你们恐怕难以想象，曹雪芹隐瞒了世人整整300年。《红楼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小说，实际上它是用死人头发装订成册的鬼书。元妃省亲那看似宏大热闹的场面，实则是一场百鬼夜行的阴森集会，而那外表金碧辉煌的大观园，本质上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乱葬岗。说到这儿，主播河图缓缓展开折扇，嘴角挂着一抹神秘笑容。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要是不信，且听我细细道来。大家都知道，《红楼梦》还有个名字叫《石头记》，可这是为什么呢？屏幕前，冯爽眉头微蹙，手指飞速敲击，迅速回应。正统的解释是，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灵石，厌倦了仙界单调乏味的生活，下凡投胎化作贾宝玉，去体验人间的悲欢离合。河图看着这条弹幕，微微点头，脸上仍带着危险。这确实是当下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但我得告诉大家，这个解释大错特错。此言一出，冯爽瞬间愣住，眼中的疑惑愈发浓重。这人胆子可真不小，竟敢质疑向来高高在上的红学会。河图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既然贾宝玉的身世如此奇幻，那为何全书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又这般写实呢？这显然不符合曹雪芹一贯的写作逻辑。说着，他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稍作停顿，接着分析。从上述结论来看，用贾宝玉身世来解释书名的说法，既错误又不合逻辑。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红楼梦》并非写活人活事之书，所以它才叫石头记。在九州源远流长的文化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大多是碑文，而碑文最常见的用途便是铭刻在墓碑之上。听到这儿，屏幕前的冯爽只觉脊背发凉，不由自主地发送弹幕。博主的解读角度十分新奇，不过有佐证吗？总不能仅凭书名就断言《红楼梦》是鬼书吧？啥玩意儿？红楼是鬼书？好家伙，我是不是走错片场了？这么离谱的话都能听到？其实我支持主播，毕竟后40回和前80回相比，风格确实差太多，是给人感觉像鬼写的。类似的附和在弹幕中纷纷涌现，仅凭石头2字就判定整本书的基调，实在显得太过片面和狭隘。《红楼梦》开篇是以一僧一道的视角展开的，二人在一块大石下驻足交谈，从而引出后续的故事。那么请问，僧道与墓碑的这种组合，通常会出现在什么场景呢？直播间的观众们反复琢磨着这句话，几乎不假思索，纷纷在公屏上打出法师2字。见状，河图笑着再度开口。所以，诸位，曹雪芹在开篇就已向我们交代了这本书的背景：僧道下山为死去的大家族做法事。全书内容自然是描写群鬼家族的鬼书。显然，《红楼梦》并非普通小说，而是一本长达73万字记录死人之事的电文。卧槽，听主播这样一说，好像还真有几分道理。所以我这些年看的是一本比《聊斋》还恐怖的书吗？讲真的，主播刚才这番话确实有点说服我了，大晚上的冷汗直冒。之前没好好读过《红楼梦》，这次得买一本仔细研究研究。看着小黄车上的书成功售出一本，河图心中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接着，他趁热打铁。接下来，我将从另外3个角度继续拆解《红楼梦》开篇的线索，以此来佐证我的观点。这3个角度分别是一首鬼诗、一个鬼术以及一组鬼词。屏幕前的冯爽看着主播言之凿凿，心里也逐步开始接受主播的观点。赶紧录屏，作为媒体人的直觉告诉我，今晚的直播内容必定能成为热门。我开直播告诉观众们，《红楼梦》是一本鬼书。我们从开篇找证据，除了那一僧一道，第1回中还出现了一个人物，名叫甄士隐。此人先后经历爱女走失，家中失火，其个人经历仿佛映射了整个红楼世界。然而，真正能佐证《红楼梦》是鬼书的，还是甄士隐所作的一首鬼诗。这便是我要抛出的第1组重磅炸弹。冯爽屏息敛气，表情严肃，紧紧盯着屏幕，眼眸中深藏着几丝难以言喻的惧意。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陋室空堂，当年户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巾又糊在蓬窗上。念完诗后，河图停顿了几秒，营造出一种神秘氛围。看我直播的朋友都有些文学素养吧？空堂无人，那当是灵堂；衰草枯杨之处，指的便是坟场；蛛丝布满雕梁，那是荒废已久的鬼宅。这首鬼诗仅用寥寥数语，就向读者们揭示，本书的所有场景皆是荒冢、坟场、废旧灵堂等死亡之景。河图冷淡的声音在直播间回荡，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到阵阵寒意。在鬼诗解读完毕的间隙，小黄车中《石头记》的销量也涨到了37本。接下来我们继续，第2个佐证是一个鬼术。在揭晓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红楼梦》的整个故事里，有没有婴儿出生呢？河图笑着自问自答。《红楼梦》章节众多，人物繁杂，却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婴儿诞生。此话一出，弹幕瞬间如潮水般密集起来。这么大的家族，这么长的时间跨度，竟然没有新生儿，太不合理了吧？主播该不会是欺负我们没认真读过红楼，故意故弄玄虚吧？面对这些质疑，河图不紧不慢地说道：整个红楼世界时间跨度近20年，出场人物约983个，有着几十对或明或暗的夫妻情人。然而，几十年间竟无一个婴儿降生，这放在任何现实情境中都是不合理的，除非所有人都不是活人。
因为鬼魂是无法生育孩子的，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当河图说出最后一句话后，整个直播间安静的出奇。显然，对于这个说法，众人都找不出反驳的理由。沉默半晌之后，河图继续说道：“这便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二个论证，这个鬼数就是零。整个《红楼梦》自始至终，新生命的诞生数量为零。”直播间观众此时的态度从最初的轻视鄙夷，逐渐转变为好奇与热切，满屏都是牛叉、真的服了之类的弹幕。突然，屏幕上又飘过一条弹幕：“谁说《红楼梦》中没有新生儿的？”一时间，所有人都停下打字，仿佛在等待一场精彩大戏的开场。既然这位网友认为我的观点有误，能否说说你的看法呢？我是九州中文大学古典文学系的研究生，《红楼梦》我看了不下10遍，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王熙凤有个女儿叫乔姐，这不是新生儿是什么？直播间瞬间再次沸腾了起来。刚查了一下，还真有乔姐这么个人物。所谓鬼叔这个角度根本站不住脚，这不是纯利用信息差诈骗吗？做文学解析最忌讳以偏概全，主播这简直是歪曲事实，建议把主播泡。即便面对如此激烈的质疑，河图依旧神色淡然。这位网友提到的乔姐确实是新生命，但并非新生儿，因为新生儿是用来形容活人的，而乔姐又属于她自己的特殊称呼——鬼婴。我开直播讲红楼，却震惊了九州中文大学副教授。原本陈斌教授与弟子鲁清正在搜索学术素材，不经意间刷到了河图。起初他们满心鄙夷，然而随着直播的推进，一波又一波的反转，逐渐改变了这两位专业人士的看法。请问《红楼梦》中乔姐的生辰是何时？鲁清回忆片刻，在屏幕上敲出一行字：癸巳年7月初7。果然是文学专业的高材生，但你要是对八字命理稍有了解，你就会发现乔姐的命格极为特殊。听到八字和命理这两个词，陈斌与鲁清对视一眼，表情开始变得复杂。癸巳年属阴，7月初7也属阴，这根本不是活人能承受的命格，但偏偏就在红楼中设定了全书唯一的新生儿，拥有这么一副全阴命格，你说乔姐是不是鬼婴？鲁清闻言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真正的中式恐怖在这一刻展露无遗。关注这个账号吧，他应该不会只讲一天。我觉得我们的课题方向或许可以调整一下。研究了这么多年，创新性都不如一个民间爱好者。此刻，小黄车中的《石头记》已售出57本，河图心中一喜，再度望向镜头。鬼师与鬼书的佐证已然完成，接下来我将通过一条鲜有人察觉的暗线，向诸位揭示为何我如此坚信《红楼梦》是鬼书。世人皆知，《红楼梦》描绘的是贾、王、史、薛这4大家族的兴衰沉浮。曹雪芹为这4大家族撰写的判词，实则是一组暗藏玄机的鬼词。河图悠然喝完第2杯茶，神色自若地继续说道：首先，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曹雪芹为4大家族所写的判词。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河图说完判词，又抛出一个问题，请大家仔细品味这4句判词，能否从中探寻出隐藏的玄机呢？鲁清眉头紧锁，望向身旁的老师。老师，您能看出其中的门道吗？陈斌教授神色略带感慨的苦笑。按咱们以往的思路，在他这里怕是行不通了。他的思维太过天马行空，实在是难以琢磨。见无人应答，河图不紧不慢地说出几个关键词：白玉堂、金马、白玉床、阿房宫、珍珠。我所说的玄机就藏在这几个词当中。从特定角度而言，它们无一不与丧葬文化紧密相连。提及丧葬2字，恰似一道电流划过，再度让陈教授的呼吸急促起来。细心的朋友们想必都留意过，古往今来，无论哪个朝代，几乎都不会选用玉石来建造房屋和床榻。这是因为玉石采集技术受限吗？实则不然。鲁清仿似若有所悟，心头猛地一紧，含义顿生。现在应该有人想到了吧？判词里的白玉堂指的是玉制棺椁，白玉床则是铺满玉棺的陪葬品。同样，金马本就是古代极为奢华的陪葬器物，而珍珠更是达官贵人下葬时口中所含之物。至于阿房宫，最后被一把大火付之一炬，这不恰恰是一幅人间墓地的惨烈景象吗？河图深吸一口气，做出最后的总结。由此可见，诸位，这所谓的4大家族，本质上不过是4大鬼族罢了。如此一来，《红楼梦》若不是鬼书，又能是什么呢？河图抬眼瞧了瞧时间，意识到关于《红楼梦》是鬼书的剖析尚未完结，便说道：今天的拆解暂且到此，明天咱们继续。其实，真正能够有力佐证《红楼梦》是鬼书的，并非今晚所讲的开篇线索与这些细节，元妃省亲以及大观园背后隐藏的玄机，咱们留到明天再细细探讨。我直播的内容被人发在了短视频平台，经过1夜的发酵，到第2天竟然火了，视频的浏览量直接破亿，抖音热播榜排在了第3名。九州红学会的人一下就坐不住了，会长赵瑞明紧急召开了一场会议，
会议持续了足足3个多小时，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红楼的这块蛋糕只能抓在我们自己手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拔掉这颗钉子。对于网络上发生的事，河图是一无所知的。直到夜幕降临，再度打开直播后，巨大的不真实感席卷而来，10万加的数字瞬间就让河图脑海中嗡嗡作响，足足愣了10多秒。河图也来不及多想，淡然地看向镜头。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是文脉主讲人河图。接上回之前，我想和诸位玩一个游戏，一个你们从未玩过的恐怖游戏。与此同时，九州红学的会长赵瑞明也开启了直播。今天我将代表九州红学研究会去对这个所谓的文脉主讲人进行打假，接下来就看看他这个恐怖游戏到底怎么玩。说完，赵瑞明挑衅的目光毫不顾忌地朝河图的直播间中投去。在开始游戏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河图也不等观众回答，继续自顾自话。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现在我将随机选择一位观众连线，然后帮他契约通灵，解决内心的疑虑。呵呵，契约通灵听起来就不真实啊！主播，先别通灵了，你都被打假了。九州红学会的会长赵瑞明在开你的专场。我想看主播通灵，直播打脸才过瘾。河图看到弹幕，随即灵机一动。我看有人说九州红学会的负责人这会儿正开着直播打假我呢，说我装疯卖傻，误导观众是吗？那好，我们不如就把这个连麦机会给赵会长吧。赵瑞明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就笑了。很快，2个素未谋面的对手同屏出现了。河图依旧是一副平静的模样。赵会长，说说吧，需要我帮你通灵解什么惑？赵瑞明闻言，眼神轻佻的咧咧嘴。我家老父亲近来运气极差，先是查出了胰腺癌，昨日又从高处跌落，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河图没有直接回答，很快一个沙盘和一个像老虎钳的大号锥形笔出现在了镜头中。只见他双手伸出，紧紧握在锥形笔上，将笔尖轻轻触在沙盘中央。紫仙姑，黑帝王，下凡且听无寻常，天有惊，地有灵，即刻上身行不行？此刻，河图周身弥漫起一团肉眼不可见的迷蒙雾气。赵瑞无比不屑地冷哼2声，轻蔑开口：装神弄鬼，贻笑大方。河图低着头，手中的锥形笔已然开始在沙盘上毫无规律的动转。紫姑娘娘敬请听，此问关乎体弱人。京都赵氏中心问，家父为何无好运？如若娘娘能点拨，限他10年阳间命。不知为何，在河图说完最后一句话时，赵瑞明的心脏突然猛烈跳动了一下。要不要这么狠，用我10年寿命去祭奠？装神弄鬼而已，也没有什么好怕的。足足3分钟之后，画面骤然拉近，沙盘在昏黄灯影的折射下，竟然出现2个不规则的椭圆。赵瑞明一下就笑出了声。我还以为是多厉害的把戏呢，原来搁这画鸭蛋的呀！你这样真就不怕观众们笑你吗？你这样真就不怕你家老祖宗从地底下上来抽你吗？闻言，赵瑞明的怒意瞬间攀上脸庞。你在说些什么狗屁话？谁给你的胆子？河图只是笑着指向沙盘。刚刚通灵的时候，紫姑娘娘画下的不是其他东西，而是你家的祖坟。你敢说你家祖坟是鸭蛋吗？原本正在愠怒冷笑的赵瑞明转瞬变脸。你说什么？问题就出在你家祖坟上，找个时间去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你家祖坟里出现了一座新坟。我直播通灵，告诉红学会赵会长他家祖坟出了问题，他却对我破口大骂。那啥，赵会长，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知道我这通灵是真是假，咱们验证一下不就可以了？一时间，弹幕重新涌动。对啊，无论这个答案有多离谱，但总归可以验证不是。是真是假，只需要去那个会长家的祖坟看一圈不就好了？我家族最近2年都没有人去世，怎么可能会添新坟？既然你这么喜欢被打脸，那我便满足你。半个小时后，我在我家祖坟和你连线，希望到时候你别下了播。放心吧，赵会长，我还想等你验证了通灵结果之后，再帮你看看祖坟的风水呢。当然，这个是另外的价钱。半小时后，赵瑞明来到了一片坟地的外围，又连线了河图。这里就是我家祖坟，目前一共埋了7位祖先，这一座是我太祖爷的坟，这一座是我太祖奶的坟。一座座老坟被赵瑞明如数家珍般细数过去，直到数完镜头中的最后一座坟后，赵瑞明冷笑着再度看向屏幕。在场的人可都是看得清清楚楚啊，这里根本就没有你所谓的新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装神弄鬼，指不定以后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赵瑞明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狼子野心。我呢，只提一个要求，注销你的直播账号，然后永远不要出现在公众面前。可河图面对他的咄咄逼人，却是毫不在意。赵会长啊，说句不该说的话，你站人坟头直播就不怕晚上做噩梦吗？赵瑞明愣了愣，无比僵硬地垂下头颅，朝脚下望去。自己此刻站立的地方，的确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堆。仔细看去，旁边竟然还零散着几片纸钱。我操，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赵瑞明朝身旁陪同前来的族人怒视过去。这他妈到底是谁埋进了我家祖坟里？
旁边的族人也是一脸懵逼，真是奇了个怪了。我前段时间还隔着来看过，当时啥都没发现，怎么突然就多了一座坟呢？消失已久的弹幕也如同潮水般重新来袭。不是大哥，你真会啊！好家伙，怎么感觉一个直播给我干聊斋里去了？这也太离谱了！看之前通灵搞笑呢，看之后哥，刚刚外面人多，我给你跪一个。刚刚谁说封建迷信来着？现在就问你服不服？要我说，林正英来了也得鞠个躬再走好吧？不是哥们，你都会通灵了，还搞什么直播啊？10多分钟之后，那位族人满头大汗的出现在了直播镜头中。问清楚了，是孙东头刘家的，他们家只有一个傻老爹和一个瘫痪儿子，他儿子前段时间走了，他爹脑子不清楚，就随便给找了个地儿埋了。赵瑞明悬着的心也在这一刻彻底死了，目光无比复杂的他抬眼朝屏幕中的河图望去。都21世纪了，怎么还会有人掌握如此诡异的法门呢？仅仅只是一个照面，就断定自己家的祖坟中添了一座新坟，这你敢信？夜空下，赵瑞明想了很多，但全部都不能用来挽尊和辩驳。赵会长，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赵瑞明挤出一个尴尬又无奈的笑容。抛去学术上的争端不论，你这一手倒确实有些水平。既然你能算出我家祖坟里添了新坟，那请问我父亲的病？赵瑞明的语气明显软了下来。治病我不会，如果要治病的话，还是建议赵会长去医院靠谱些。但如果你想听课的话，我倒是欢迎的。河图边说着，将手中折扇花一下合拢，随后目光抖擞着看向屏幕。好了，游戏结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析。刚刚的这个法门叫做伏击，分别出现在《红楼梦》的第4回和第95回。如此真实的描写，射击请仙，通灵换鬼，你还敢说它不是鬼书吗？我模仿红楼通灵换鬼，让挑衅我的红学会长在直播间10数万观众面前沦为了笑柄。此时的赵瑞明站在空旷的坟地中，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在红学领域叱咤风云了这么多年，头一回在网络上公开露面，目的没达到，名声没博到，反而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成了反面教具。难怪他敢开这个直播，难怪他敢如此笃定地说红楼是鬼书。赵瑞明轻叹一口气，带着些许悔意的目光朝河图直播间看去。《红楼梦》第4回对伏击的描写不过寥寥数笔，真正的玄机却是藏在第95回的妙玉伏击中。河图淡然的声线在观众耳畔萦绕。妙玉为了给宝玉寻找丢失的玉佩，就像我今天这样用沙盘和击笔通灵请神。原文中妙玉的法咒是这么说的：来无迹，去无踪，青埂峰下一古松，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说完，河图的语气突然一变。那么大家不妨思考一下，这世间有什么东西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呢？观众们很快就在公屏上给出答案。是阿飘。鬼魂肯定是鬼。河图满意的点了点头。没错，看来大家的思维与我越来越同频了。在九州文化里，古松本就是魂灵栖息之地，陵园墓地多植松树便是最好的证明。赵瑞明眉头皱了皱，表情中满是茫然。妙玉伏击的这几句判词我都烂熟于心了，可偏偏就从来没有朝这个角度去想过。还没等他缓过神，河图就再度发问了。可妙玉不过一介女尼，为何能熟练运用伏击通灵之术呢？话音落下的那一瞬，河图突然再度将目光投向了赵瑞明。赵会长，你是直播间里对《红楼梦》研究最深的人，那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你。哦，你想问什么？官方的解读中，妙玉在红楼里的定位是什么呢？听到河图的问题，赵瑞明也不敢怠慢。妙玉嘛，算是个矛盾的人吧。此人美丽聪颖，心性高洁，但又孤僻傲气，难容众人。河图冷笑一声回应：你们钻研红楼，剖析妙玉数十载，从一开始就错了。所有人都陷入惯性思维，却不知妙玉根本就不是人，而是被幽禁于佛门青灯之下，徘徊数百年的一缕孤魂而已。直播间的观众一下又坐不住了。之前才说乔姐是鬼婴，现在又说妙玉是鬼魂。没记错的话，妙玉是金陵12钗之一吧？这个妙玉可是在红楼里分量不轻啊，直接就解读成鬼，是不是有点草率了？赵瑞明此刻也彻底懵了。多年精心构建的学术体系，在河图这番言论冲击下，正在不断崩溃。他的底气到底来自于哪里？仅凭伏击通灵，便如此大胆断言吗？河图一脸镇定，接着往下说道：口说无凭，接下来我让大家先品鉴一下我为妙玉写的一首判词：佛灯一燃数千载，居所两间皆鬼舍，诡异诗文判终生，两界通灵一孤魂。赵瑞听完河图的判词，眼眸微微眯起。好家伙，就冲文化底蕴这块，这小子属实深藏不露。不过我有预感，这首判词肯定又是憋了一个大招。佛灯一燃数千载，居所两间皆鬼舍，诡异诗文判终生，两界通灵一孤魂。这便是我给妙玉写的判词。赵瑞明内心深处多少还是有些抗拒妙玉是鬼魂的说法，但同时又无比期待河图惊世骇俗的解读。第一句是妙玉在原著中的人生主线。原著中，妙玉3岁遁入空门，而后终生不断佛缘。河图忍不住感慨：3岁啊，诸位，
你们知道3岁归一代表着什么吗？在正常情况下，我能想到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无父无母，天煞孤星。河图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沉重。但妙玉并不是这样，他皈依佛门之时，父母是健在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正常思维就说不通了啊。屏幕前的观众们也陷入了沉思之中。仔细一听，主播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呀。3岁皈依佛门这件事，无论是放到古代还是现代，都突出一个不合理。有问题，绝壁有问题。河图看了一眼公屏上滚动的留言，再度开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观点呢？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记住3岁前的事情，就算是记忆力再好的人也做不到。此话一出，瞬间在观众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对，这一点我是认同的。反正我只能记得上幼儿园之后的事儿。赞同，有时候我还真会强制自己去仔细回想，但脑子就和狗舔过一样。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问了好几个人都是这样的。观众们你一言我一语，河图则是微微一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3岁之前的人一体双魂，这世上99.99%的人在3岁的节点上便会舍去前世之魂，留下今生之魂，此后安然度日。河图稍歇一口气，接着说道：但妙玉却是那0.01%中的0.01%，因为他留下的是怨念深重的双魂，前世魂不灭，今生魂不满，双魂合一，愿力过剩，唯有佛门青灯方能降服压制。一阵冷风自空旷的原野中簌簌而过，也让赵瑞明感受到了脊背发凉的真实感触。我和他读的真的是同一本《红楼》吗？这番解读已经不能简单的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了。接下来我就帮大家消解质疑，我为什么要说妙玉是愿力深重的双魂呢？原因之一便是这一句居所2间皆鬼舍。你们知道这2间鬼舍指的是什么吗？直播间的红学爱好者很快就给出了答案，而赵瑞明又开始疑惑了。妙玉的这2个住所，一处是寺庙，一处是尼姑庵，都是佛门净地，可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硬生生给说成是鬼舍了。河图当然不知道赵瑞明的想法，直接肯定了直播间的回答。说得很对，就是玄木盘香寺和金陵龙翠庵。咱们先来说说玄木盘香寺。玄木顾名思义就是一片宽广的墓地，可是大家不觉得奇怪吗？在一片墓群之中，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一座寺庙呢？好家伙，之前没发现，但刚刚听主播这样一说，好像真的处处透着诡异啊。寺庙这种东西好像真的很少修在墓地中啊。这的确是不合常理。河图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道：如果这盘香寺根本就不是一座真正的寺庙，而是一副用檀木打造，上方镌刻着用来镇压邪物的盘龙的话，这一切是不是就能够说得通了呢？檀木棺材，对了，这样就彻底对上了啊。在墓群里修建寺庙的确违和，可如果是棺材的话，那就太正常不过了。玄木盘香寺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解读的确让人挑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主播，关于第一个解释我听懂了，那第2个鬼舍龙翠庵又该如何解释呢？对啊，难道龙翠庵也可以从名字推断出来吗？河图饶有兴致地注视着这些弹幕。龙翠庵倒是没办法从名字中推断出它是鬼舍。我之所以敢断定它是鬼舍的原因，是因为在龙翠庵中生长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中一般把它称作至阴养魂之物。你们觉得至阴养魂之物这一说法是无稽之谈吗？错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你们都错了。河图目光淡然，眼眸之中满是自信。九州文化博大精深，你们可以不信，但是不应该否定它的存在。伏击这种事，在见到我的操作之前，诸位能相信吗？直播间内只是短暂沉默了一会儿。讲真的，主播的视角实在太阴间了，但我喜欢。那主播，你刚刚说的这个至阴养魂之物到底是什么？对呀，我们信你还不成吗？达成目的的河图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实际上，在龙翠庵之中，至阴养魂之物并非仅有一样，而是足足3种。此话一出，众人皆惊。好家伙，还给我整个超级加倍是吧？我的好奇心此刻已经爆棚了，主播快讲讲。养阴红梅、滋灵血水、那魂鬼祠，这3样便是用来佐证龙翠庵是鬼社的至阴养魂之物。听到河图的话，赵瑞明不由发出了一道复杂的叹息。今夜发生的这一切，实在是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众所周知，《红楼梦》写景堪称一绝。然而，曹公在描写龙翠庵时，每次都着重刻画那10几株梅花。难道是曹公才思枯竭，词穷了吗？公屏上的观众纷纷回应：以曹雪芹的比例与才情，怎么可能词穷？别说区区一个龙翠庵，就算再多几十栋建筑，曹公也能写出几十种独具特色的描述。词穷肯定不可能，或许另有深意。看完公屏，河图继续开口说道：曹公这就是在隐喻，在暗示，他在向我们所有人表明，妙玉本就是一缕残魂，需要专司祭魂的养阴红梅来留存魂体。河图讲完，直播间内无一人反驳。
便再度开口。在《红楼梦》第41回中，贾母与刘姥姥在妙玉的龙翠庵品茶，有人知道妙玉用的是什么水泡的茶吗？我知道，原文中是这样说的。这是我5年前在玄木盘香寺住时收的梅花上的血。没错，关键就在此处。倘若你对妙玉的人设足够了解，也会知道妙玉并非那种喜好显摆且偏执的人，甚至都算不上过分讲究。那为何她在泡茶时会如此讲究呢？沉寂许久的弹幕终于开始爆发了。他这么做并非出于讲究，而是因为身不由己吗？人吃饭是为了生存，妙玉饮梅花雪水是为了不散魂，是这个道理吗？主播。所以妙玉多年采集这种雪水，是为了借助冬梅的特性来养。河图看着公屏，微笑着点了点头。能将一个独特的癖好坚持这么久，原因无他，只因他需要。他需要用梅花祭魂，更需要用梅花雪水养魂。但仅凭这2样东西，还不足以坐实龙翠庵是鬼社的论断，因为其中还缺少一个关键物件。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此时，即便是红学底蕴深厚的赵瑞明，也是一脸茫然，跟不上他的思路啊！就算再怎么努力，也还是跟不上啊！时间有限，这个答案就由我来告诉大家吧。妙玉在龙翠庵中请贾母与刘姥姥喝茶时，有过一段对话。那梅花雪水，我供得了鬼脸青的花瓮1瓮，埋在地下。而在古代，鬼脸青瓷的最大用处就是作为魂瓶，是用来埋入墓中收储亡灵的魂瓶。我想现在应该可以佐证龙翠庵也是鬼社了吧？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继续质疑，没关系的，因为接下来我将会让妙玉亲口来告诉你们，她到底是人还是鬼。主播这是又要玩什么新奇花样？难不成接下来就要开始倒数3、2、1，请看大屏幕。之前通灵的玩法还不够，现在居然要玩起召唤了，这还能算是正常的直播吗？难道是忘了建国后不允许成精的规定吗？河图浏览着公屏上这些鬼畜又充满调侃的文字，忍不住笑了起来。大家可千万别误会，我这可不是在搞什么现身说法。言归正传，大家还记得之前我给妙玉写的判词吗？后2句是诡异诗文判终生，2界通灵一孤魂，这便是妙玉要向大家传达的关键信息。又有观众在屏幕那头发话，吓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还以为又要开始通灵了呢。大半夜看着直播，我也是吓得直哆嗦。河图没有再理会直播间里这些调侃，直接切入正题。在《红楼梦》第61回中，邢岫烟向贾宝玉介绍妙玉时提到，妙玉最喜爱的诗是纵有千年铁门剑，终须一个土馒头。这就是妙玉亲自向大家揭示自己身世的直接证据。听到河图开始正式讲解，原本热闹的直播间瞬间安静下来。当然，如果仅仅依据这一句诗，还不足以充分支撑我的论断。在原著里，妙玉常常感慨自己是鸡人，大家不妨思考一下，鸡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几秒钟的沉默后，直播间里陆续有人开始回应。鸡人可不就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吗？楼上说的对，鸡字不就是畸形的意思吗？河图看着公屏上这些回答，脸上挂着笑容，缓缓开口说道：大家的答案我看到了，按照常规这样理解似乎没错，可在《红楼梦》的独特语境中却不能如此简单的定义。在《红楼梦》的描写中，妙玉并非身患残疾之人，曹公笔下的妙玉不仅身体康健，甚至连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都未曾有过，又怎能称她为身体畸形的人呢？所以畸人之说实则是一种隐喻，她畸形的并非肉身，而是灵魂。妙玉自称畸人，实际上她并非人类。说完这句话，河图的目光直直地看向镜头。诸位，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一个自幼居住在鬼社之地，借助红梅养魂，依靠阴水滋灵，仰仗鬼瓷温养破体的存在，怎么可能是人呢？既然妙玉不是人类，那么诞生她的那部《红楼梦》岂不就是一本鬼书吗？直播间里数十万观众此刻都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般，久久回不过神来。这场直播的内容实在是太过惊悚，远超常人的想象，这样的解读更是让人瞠目结舌，骇然不已。哦，对了，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些佐证之外，断定妙玉非人的最重要依据还在于她那个神奇的技能伏击。正常人根本无法与鬼魂通灵，唯有同类才能召唤同类。好了，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下课。河图结束直播后，冯爽再次将直播视频剪辑发布到网络上。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网络热搜榜单的前3甲就全被与这场直播相关的话题包揽，而排在第1名的热搜则与河图直接相关。文脉直播间的主播是人是鬼？不是说只有同类才能召唤同类吗？可我看视频里主播他也会伏击啊。要是妙玉真是鬼，那大家说说，主播又是什么呢？主播是不是人我不清楚，但他绝对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理解的存在。这主播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诡异，你们说他不会是那种类似蜥蜴人的特殊物种吧？都别争了，说主播是鬼有点太离谱了，但他肯定有特异功能。
此处应该艾特749局。此时的河图正被电话铃声搅得颇为苦恼。从下播到现在，他已经接了不下20通电话。何先生，我们是真心诚意想和您签约3年7000万的合约费，这可是相当丰厚的待遇了。河图对这些邀约都一一婉拒了。用自由去换取几千万的合约费，实在不划算。我更享受那种生活毫无经济压力，能够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输出自己思想与观点的状态。第二天，河图就开始为第2场直播筹备起来。我记得你有个哥们儿开了家恐怖情景体验馆，对吧？我出个剧本，你按照里面的要求帮我找些专业 NPC， 再布置一下场景。钱不是问题，但动作要快，今晚我就要用。挂断电话后，河图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既然你们都这么喜欢猎奇，那今晚咱就一次性给你们把强度拉满。欢迎参加夜游红楼梦入演大观园大型人鬼互动游戏。河图并未出现在画面之中，唯有那震撼又骇然的场景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众人眼前。直播间里瞬间炸开了锅，观众们纷纷发出质疑。主播这是铁了心要在歪门邪道上一路走到黑了。这到底算哪门子的科普直播间？莫不是打着科普幌子的竞技灵异直播间吧？昨天那同类召唤同类的事，还云礼物里没弄明白呢，今天又搞出个和同类互动，一脸懵波一。久居山中潜修20余载的老道张芷顺长出了一口气。今天上午偶然听到弟子提及河图的伏击之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观众们看伏击只会觉得荒诞震惊，可只有他知道，这伏击之术已经被河图用得炉火纯青了。目前他不缺流量，也不缺关注度，可为什么还要耗费精力设计这样一出前所未有的人鬼互动呢？这个年轻人很邪，有问题。实际上，此刻的河图自己也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就在几天前，那些典籍名著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强行塞入他的脑海，以一种不可名状的方式盘踞其中。昨天清晨，他从睡梦中醒来，惊觉自己的意识深处，除了那些海量的知识，还多了一些奇妙的东西。《红楼梦》民俗古术已为您激活，可激活数量2，已激活数量1。恭喜获得民俗古术伏击，可随时使用。第2门民俗古术激活条件，创造一种全新的红楼知识普及模式。这便是他掌握伏击之术的缘由。而今天这场直播，正是解锁第2种民俗古术的关键契机。就在时间来到9点15分时，原本安静的如同死寂的画面，突然有了动静。虚实一刻已到，活人退避，阴差看漏，元妃回门省亲喽！屏幕前的观众们瞬间被点燃了情绪，激烈的讨论起来。开什么玩笑啊！堂堂皇帝的妃子，出身名门望族，回门省亲就这寒酸的规格。就是啊，这也太离谱了，哪有这种阵仗的省亲，简直闻所未闻。阴差开路，活人退避，这话怎么听都和喜庆的省亲扯不上边，简直荒谬。省亲本应是欢欢喜喜的事儿，怎么一下子变得阴森恐怖，让人脊背发凉？天呐，你们注意到了没有？空中飘洒下来的竟然是纸钱，太诡异了。河图浏览着公屏上的留言，却并未回应直播间观众们的疑问。省亲的队伍缓缓前行，很快来到了一处牌坊之前。虚实回魂必生门，八鬼抬轿敬阴神。可怜深宫多闺怨，香消玉殒在此间。随着这悠悠的话音落下，河图的身影陡然出现在画面之中。元妃省亲，在我看来是《红楼梦》里最为诡异阴森的情节。接下来，我将陪同元妃游历大观园，顺便为元妃开启一场无所不言的问灵。话音刚落，轿帘缓缓掀开，众人瞪大了双眼，使劲朝轿子里面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有从轿中悄然探出的一双红色绣花鞋。元妃落轿之后，就转身望向朱红色的大门，而后身姿凝厉，久久未曾动弹。半晌之后，一旁的河图走了过来，轻声开口询问：“到家了，为何不见？”前些日子家里托信来说省亲别院修好了，如今一看，倒真是这般。可为什么我回来了，却无一人相迎呢？元妃黛眉轻蹙，神色间满是怅惘。头七未过，人不见魂，魂不进人。河图随口说着，便带着元妃开始走动起来。但今天情况特殊，你既归来省亲，便可通幽破戒，见上众亲人一见。有什么想说的、想做的，今日就都了了吧？哦，对了，河图边说着，边指向牌坊右侧一处灯盏。这是你的长明灯，丑时3刻之前必须离开贾府，去你该去的地方，否则的话，人死灯灭，魂飞魄散。就在河图还在和元妃互动时，直播间却乱了套。主播，你和我开玩笑呢吧？你的意思是元妃是女鬼对吗？这也太挑战三观了。虽然主播每一次都能说服我，但元妃省亲那一段还是很正常嘛。啥时候和阴神鬼怪扯上关系了？今天晚上这个游戏有些太过离谱了，说回府省亲的元妃刚过头七，你就不怕曹雪芹从坟里爬出来找你？此刻的赵瑞明和他的助手看着眼前的直播，也是一脸的凝重。就见画面中的河图和元妃已经开始往前走去，
两人所过之处一片萧索，乱石堆旁偶尔还能看到几簇燃起的光火。再往前，则是2棵硕大的桃树，虽盛开着花朵，但是上面的装饰却让人汗毛抖立。直到拐过一个拐角后，终于看到了一座大门。可是这门前并非是人满为患迎接等待的场面，只有表情悲悯的一丝逆道席地而坐。他们目光朝前方直视过去，待看到袁飞的那一刻，忽地开始正色，而后齐齐开始念唱：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会长没记错的话，这是袁飞的叛曲吧？赵瑞明轻轻点点头。对，这是他的叛曲，恨无常。之前种种的演绎，全都在揭示袁飞是鬼妃而非贵妃。可是这里突然又安排一段僧道同唱叛曲，不是多此一举了吗？正当赵瑞明疑惑时，河图突然转头朝镜头外望了过来。开播时我告诉过大家，这是一场大型的人鬼互动游戏。那现在互动就要开始了。从牌坊门口到现在，一共有2个地方暗示了袁飞的死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2处地方暗示了死因，为什么自己一处都看不出来呢？从进入牌坊到现在，除了走路就是僧道吟唱，哪里有死因暗示？看他的直播，不仅心脏要受惊吓，现在连智商都要被侮辱。半晌后，河图缓缓开口：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来说稍微有点难度，但没关系，你们可以继续想，后面还有更难的。说完，河图重新将身子转向大门，而此刻那一僧一道也完成了吟唱：离人归，贵妃回，贾府众人皆驾。僧道从地上起身，安静朝2侧行去，而河图与袁飞则一并朝大门中缓缓走了进去。当他们拐过一处隐蔽后，终于再度有人影出现。可这一幕直接让直播间的观众皱起了眉头。不对劲啊，为什么他们都是被朝着袁飞跪在地上呢？对啊，就算是跪迎，也应该是正面相跪啊。宾客都来了，却连身子都不转，这也太不符合礼仪了一些。这一次，他们依旧没有等到河图的解释，反倒是又来了问题。诸位，从现在开始，袁飞省亲的重头戏就要来了。在接下来的演绎中，还会出现2次关于袁飞的死因暗示，请大家认真观看，仔细思考。左手民俗艺术，右手红楼解析，这才是我们爱看的直播。纵览全网，怕是都找不出这么牛逼的主播和直播间了。民俗艺术与经典名著巧妙结合，这种恐惧中带点刺激的感觉，的确让人热血沸腾。就在此时，一道尖锐刺耳的锣声毫无征兆地骤然响起，下一秒，原本跪在地上的3人猛地齐刷刷转身，在镜头前露出那悲痛欲绝的脸。3人强撑着踉跄起身，脚步虚浮，朝着袁飞缓缓落地。为首的是一道苍老佝偻的身影，他颤颤巍巍地来到袁飞身旁，嘴唇不住颤抖，想要说些什么，却终究只能无语凝噎。袁飞此时终于缓缓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哀怨：当日既要送我去那不得见人的地方，今天反倒哭了，到时候我再去了，就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了。屏幕中话音刚落，赵瑞明的助手就发觉到了异常。会长，不对啊。赵瑞明轻轻点了点头，眼眸微微眯起。原著中袁飞说的这番话确实存在疑点，以往我们只是简单解读成深宫大院是个难以见到外人的地方，但今天结合河图的演绎来看，这里的不得见人恐怕指的是没有活人生存的死地，也就是说，赵瑞明重重地长出一口气，脸上满是感慨唏嘘之色。或许在很久之前，袁飞就已经在皇宫中香消玉殒了。没等赵瑞明继续深入剖析，助手就急不可耐地打断了他的话。不是，会长，我指的不是这个。那你指的是什么？会长，你看。助手一边说着，一边急忙将身子凑近屏幕，抬手指向上方的某个区域。你看他们的影子，尤其是袁飞的影子，是不是和其他几个人有些不一样？赵瑞明赶忙将目光投向镜头，仔细地观察起来。但紧接着，他眼眸瞬间就瞪圆了。原来细节在这里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的确可以和原著中的某些东西对上。可问题是，如果袁飞真的是鬼的话，又怎么会有影子呢？而此时，镜头中的众人已经移步到一处房间，屋内的陈设乍一看并无特别之处，但只要稍微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袁飞此刻所坐椅子的后方，赫然悬挂着一张弓。后续剧情没有继续推进，镜头就这么定格了足足3-4分钟。就在观众们疑惑不已时，河图突然又开口了：诸位，从进入牌坊到现在，有关于袁飞死因的4处暗示全部出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观众们听到这句话，瞬间就懵了。我他妈还等着继续寻找素材呢，结果你告诉我这就结束了。主播，你是认真的吗？这所谓的互动，到底是互动了个什么东西？此刻赵瑞明突然与河图开通了连线，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如果我没想错的话，袁飞应该是被缢死的吧？河图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赵会长果然学识渊博，恭喜你答对了。说完，他缓缓转过身，目光直直地投向袁飞。刹那间，屋内突然亮起一束无比诡异的白色灯笼，瞬间将端坐在椅子上的袁飞完全笼罩。袁飞也十分配合地缓缓抬起头，朝着镜头露出一抹阴森的笑容。然而，还没等那笑容完全绽放，
下一秒，那颗原本稳稳生长在脖颈上的竟然毫无预兆地猛然落地。深夜的直播间，一颗人头就这么突兀的掉地上，就问你怕不怕？这是个正常主播吗？用人头落地的桥段来和观众互动啊！幸好这2天在直播间被摧残，抗压能力有所提升，不然这一幕就得吓死我。此时画面中的河图笑着朝镜头望去，怎么样，有没有被吓到？他说的很淡定，仿佛刚才发生的恐怖场景与他毫无干系。赵会长说的没有毛病，袁飞的死因的确是自缢。那么，请问赵会长，你们发现了几条线索呢？是怎么看出来的呢？说句老实话，我们眼拙，哪怕是费尽了力气，也只发现了一条。哦，具体是哪一条呢？是袁飞说话的那一段。赵瑞明认真的回答。我们发现袁飞的影子和其他3个人不一样。河图继续追问，具体是哪里不一样呢？他的脖颈与头部之间有一条很齐整的裂痕，看上去就像是被割开一样。河图点了点头，对赵瑞明的说法予以肯定。赵会长观察的确很细致。之前我说一共会出现4处暗示，刚刚赵会长已经发现了1处，剩下的3处，如果不是对原著有比较深入的理解的话，确实不是很容易发现。这话一出口，赵瑞明心里顿时就不太舒坦了。他这是在讽刺我对原著理解不够深入吗？我堂堂红学会长，钻研《红楼梦》多年，理解还不深入吗？河图并不清楚赵瑞明所想，突然话锋一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从牌坊进来的那段路上，路的2边有些什么？话音落下，公屏上开始回复。路2边没记错的话，好像有火堆。啊，路2边有东西吗？我当时只顾着看袁飞的背影了，没注意啊。刚刚那个看背影的兄弟真牛逼，这你都能有想法，我看你是真饿了。路2边有2棵桃树，花瓣像是糊上去的，还挂着惨白的灯笼。直到看到这条消息，河图才再度开口。看来还是有不少观察细致的观众的。这2棵树便是暗示袁飞死因的第1处关键地方。在《红楼梦》第18回袁飞省亲中有2句景色描写，我个人认为这堪称红楼中最为恐怖骇人的诡句。当诡句2字从河图口中说出，赵瑞明和助理瞬间陷入沉思，脑海中迅速回忆起《红楼梦》第18回中的字字句句。可即便绞尽脑汁，他们依旧想不出究竟哪一句能担得起诡句这一说法。会长，据我所知，整个18回对景物的描写，处处尽显繁华，寥寥数语就将大观园的奢靡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他却说有诡句，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赵瑞明无奈地感慨道：角度不同，认知不同，看到的东西自然是不同了。昨天之后，我其实一直在反思，我们之前的视角是不是太狭隘了？如今看来，貌似确实如此啊。接下来我们就仔细听吧。直播间中，河图不紧不慢地继续讲解。《红楼梦》第18回中是这样描写袁飞看到的那棵树的：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卷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我所说的诡句就是这句话。那么问题来了，大家不妨思考一下，贾府众人为何要这般布置呢？我说《红楼梦》里藏有诡句，直播间数十万观众瞬间炸锅，集体对我进行炮轰。这有啥好解读的？不就是想把园子装饰得更漂亮些吗？毕竟贵妃省亲这么重要的场合，肯定得弄得富丽堂皇呀。这就是典型的传统形象工程呗，小孩子都懂，主播没必要过度解读吧？怎么看这句话都没什么特别深刻的内涵呀？河图看着评论，不疾不徐地笑着摇了摇头。大家都觉得这是面子工程，是为了好看，对吗？那咱们不妨仔细想想，贾府富可敌国，权势滔天，像元妃省亲这般头等大事，他们完全有能力从别处移栽许多名贵的花草树木过来，如此一来，岂不是更加真实生动，也更有面子？可他们为何偏偏要在树上粘贴假花？这难道不矛盾吗？河图微微停顿，换了口气，接着往镜头前凑近了一步。再看看金陵的气候，这里适宜栽种无数名贵花木，贾府为何唯独挑选了寻常的桃树？又为何要多此一举，在树上粘贴东西呢？即便是要粘，也有诸多材料可供选择，为何偏偏选用白绫绢布？要知道，在传统文化里，桃树自古便有镇邪驱鬼的说法，而白绫缠树分明是将元妃比作被困住的亡魂啊！听到河图这番分析，赵瑞明心中不禁一阵唏嘘。我们一直从富贵角度解读，却忽略了这些反常细节。我记着诗说里面有句话：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失之所存也。之前我老是对此不屑一顾，觉得我老赵在红学圈里资格老，没有人能挑战我，也没人有资格来当我的老师。但今天我服了。赵瑞明自嘲地冷笑一声，接着说道：这些年每次读到元妃省亲的内容，我都在思考，贾家如此繁华奢靡，在贵妃省亲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怎么会描写这种随处可见的树木呢？以前我自以为是的认为，就算曹公文采斐然，也不可能兼顾到每一个细节，这不过是他随意落笔时的小瑕疵。但今天听到河图的解读，才知道曹公逻辑之严密，河图这一解说与原文算是契合了。而河图完成对树的解读后，又抛出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非要在树上粘贴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我来问问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会用灵绢纸张来制花呢？这一次，河图没有给观众们思考回答的时间，直接揭晓了答案。九州之人向来注重传统习俗，纸扎的花向来只出现在祭奠亡人的场合，所以贾府大费周章做这些，实则是用纸扎来为元妃祭奠，这便是这句话最核心、最明确的要点。河图没给观众们太多缓冲的时间，紧接着又说：“既然是纸扎，那只用纸制作就好，为何偏偏在这句话中出现了灵绢这种材料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传统民俗中，凡是上吊死去的人，在百灵烧纸的时候，家人都会为其烧几条白绫。许多观众闻言不禁为之一愣，这个知识还真是冷啊，我之前从未听说过。反正我是头一回知道，长见识了。上吊或者已死之人，他们都属于横死，这种人在阴间是不允许双足沾地的，所以阳间的家人必须得给他们烧几条白绫，让他们在阴间使用。这白绫被称之为吊命锁。所以贾府除了在桃树上给元妃做了纸扎外，还给她悬了吊命锁。也就是说，元春的死因就是一死，这一点无需质疑。我算是服了，短短几个字，竟暗藏这么多玄机。倘若真是如此，那这位看似雍容华贵的贾府女子，命运可真是坎坷啊！好了，关于第一个线索的解读就到这里。按照现在这个思路，有人能找到第二个线索吗？鬼书、鬼术、鬼婴、鬼族、鬼花、鬼气、鬼妃、鬼剧。接下来让我看看还有什么鬼。大家还记得那一僧一道吗？僧的首字母是 S， 道的首字母是 D，SD 合在一起，那他妈不就是上吊吗？这不是就和主播说的死因对上了吗？卧槽，这么隐晦的线索都被楼上发现了，楼上简直是个天才。河图瞧着公屏上滚动的消息，终究没忍住。我只能说猜得不错，不过下次别猜了。元妃的死因确实和那一僧一道脱不了干系，可重点在于他们所唱的那首叛曲。第一句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这就是直白的字面意思。正沉浸在荣华富贵的喜悦中呢，无常马上就来了。重点在后面的这两句，眼睁睁把万事全抛，当有忧把芳魂消耗。说完，河图故意停顿了几秒，而后阴森森地问道：“大家知道上吊自杀的人死状是怎样的吗？”这话音一落，众人只觉一股寒意从脊梁骨直往上窜。好家伙，这主播的尺度越来越大了。上吊自杀的第一现场，估计没几个人见过吧？就算真见过，不得当场吓晕过去啊！赵瑞明这个根正苗红的学术派，一下就被河图这跳跃性极强的问题给问得愣住了。我给大家简单讲讲上吊自杀的人的死状，可用三开三档来形容。三开分别是眼睁开、鼓捣开、耳翘开，三档则是身晃荡、舌摇荡、手僵荡。现在大家再回头去看眼睁睁和当有忧这6个字，你们说这是不是对上吊一死时的描述？公屏上瞬间又热闹起来。总感觉怪怪的，这到底是在上阅读理解课，还是在讲恐怖故事会啊？本来挺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咋被主播说的这么阴森恐怖呢？主播还有别的证据不？我咋还是觉得这有点太刻意了呢？河图知道肯定有人不会轻易信服，神色依旧自若，缓缓开口道：“前面是从生活经验的角度给大家剖析，那接下来我就从地理知识的角度再来解读一番。”此言一出，直播间众人纷纷躁动起来。不是吧，主播，你这玩的也太跨界了！用地理知识拆解红楼，就不怕扭着胯啊？讲真的，这是我看了3天直播以来听过最离谱的话了。地理知识和元妃叛曲有个毛线联系呀？接下来那句话一共7个字，我反反复复读了20遍，地理知识没看出来，反倒给我看的生理性演化了。之前讲恐怖红楼的时候，曹公估计在坟里就躺不住了，现在又来个地理红楼，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破土而出了。观众们一面倒的觉得河图这说法太离谱，可河图并不着急，继续抛出问题。你们知道元妃所在的皇宫以及贾府所在的大观园具体在什么位置吗？赵瑞明适时开了口。《红楼梦》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朝，那皇宫自然就是紫禁城了。可大观园，这不是曹公虚构出来的吗？还能有确切位置？河图只是嘴角微微上扬，接着说道：“皇宫是紫禁城没错，可大观园也是有原型的。这地方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在帝都的恭王府。依据原著中的描述，咱们很容易就能确定大观园就在现今恭王府一带。原文中第25回提到的玉皇阁，第64回提到的小花之巷，确实都在恭王府附近。但你凭啥就认定是恭王府呢？”河图满脸自信地给出回应：“恭王府翠景园里有座桥叫渡鹤桥，这不正好契合了红楼里的寒塘渡鹤影吗？所以我可以确切地告诉大家，大观园的所在地就是恭王府。”换作以往，赵会长早就忍不住破口大骂了。可此刻的他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一般，眼睛死死盯着屏幕。河图则自顾自地又抛出一个问题：叛曲的下一句是望故乡山高路远，而恭王府与皇宫相距不过短短4公里，元妃又怎么会发出山高路远这般感慨呢？
众人还没来得及思索，河图便给出了答案。恭王府与故宫之间有个景山公园，公园里有巍峨高山，有宽阔湖泊，只有站在紫禁城高处，隔着景山眺望恭王府方向，才能瞧见山高路远的景象。河图做出最终总结，而这个视角正是元妃面向故乡上吊自尽时看的最后一眼。赵瑞明此刻总算缓过神来，口中喃喃自语：不得不服，不得不服啊！判曲的最后一句是故向爹娘梦里相询告，而命已入黄泉，天伦喝，需要退步抽身早。这也是直白的字面意思，大家可以自行琢磨。至于第4个线索，想必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这张弓。那这张弓和元妃的死又有什么联系呢？谁能想到《红楼梦》中竟藏着一段浸透血泪的百年隐秘？那触目惊心的惨剧，更是违背人伦的极致罪孽。说着，河图缓缓俯身，拾起地上冰冷的头颅，向元妃那已然僵硬的身躯走去。一直都说元妃是被缢死的，可是缢死她的绝非皇帝轻飘飘赐予的一条白绫那般简单。河图小心翼翼地将元妃的头颅安放好，又缓缓转身，拿起他身后那把散发着森冷气息的弓。没错，缢死他的正是我手中这根看似纤细，实则夺命的弓弦。说完，河图目光中交织着无尽的复杂与同情，瞥了一眼身侧面无表情的元妃。元妃被弓弦残忍勒死的那一日，她的腹中其实还孕育着一个尚未成型却已鲜活的小生命。一尸两命这种事本身就极度敏感且极为忌讳，短短几秒的气氛凝滞后，公屏上的消息开始滚动起来。主播，你让我缓缓，这么阴暗残忍的说法，我实在是一时难以接受。听得我毛骨悚然，弓弦夺命，子母同亡，这已经不能用悲剧去形容了。主播，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倘若真是一尸两命的话，那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了，好吧？河图简短的看了公屏上的几条消息，旋即开口继续说道：《红楼梦》里有一组极为著名的金陵12钗判词，其中关于元妃的那4句是这般写的：20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似相逢大梦归。原文中与这判词相配的还有一幅插图，一把弓上面悬着一颗香橼。平日里爱看脱口秀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谐音梗吧？主播，我这心还揪着呢，你不要开玩笑，古代人也玩谐音梗吗？所以主播的意思是，接下来的解读和这谐音梗有关。河图微微点头，神色凝重。古人玩文字游戏的功夫，可比现今的脱口秀演员高明得多。曹公字字如鸡，这元字既是圆，亦是怨，更是冤。元妃心中的哀怨、冤屈，皆深深隐匿于这一字之中。此时的赵瑞明完全被河图独树一帜的解读折服了。这人对红楼的研究究竟得有多深入啊？河图这边的讲解还在继续。香橼悬于弓上，暗示着弓弦夺命，而古人对香橼的描述是：香橼皮厚瓤薄，腹大多子。这分明是曹公巧用象形之法，暗示元妃已然有孕在身。当然，这第2层含义也与刚刚提到的判词相互呼应。有人知道是哪一句吗？公屏上很快就有人给出了答案。符合主播所说的，没有这句榴花开处照宫闱了。河图再次对着屏幕轻轻点了一下头。16多子在九州文化里向来寓意着多子多福，而榴花皆是开在结果之前。判词之中既然用的是榴花而非榴子，所指代的便是元妃在怀孕花期便香消玉殒，腹中胎儿亦无缘人世。好了，4条关键线索皆已解读完毕。有些事即便令人难以接受，可它终究曾真实存在过。这便是曹公笔下为世人展露的人性之恶。此前的香橼其实已经足够说服我了，再加上一个榴花，香橼和榴花双关，这解读绝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一个仅存于小说之中的虚拟人物感到深深的同情和揪心的痛苦。那该是何等残忍血腥的一幕啊！曾接受万人跪拜、记下无上荣耀的贵妃，到了最后，却连自己腹中的孩子都无力保全。就在直播间的众人还在感叹之际，整个房间的画面突然就暗了下来。子时一刻到，请娘娘点戏。说完，来人就推到了一边，元妃也同时缓缓开口：“那就点4出戏吧。第1出豪艳，第2出乞巧，第3出心缘，第4出离魂。”河图趁着演出筹备的时间，便和观众唠起嗑来。这4出戏我称之为鬼戏，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叫吗？观众们立刻就给出了答案。你不是说元妃是鬼妃吗？那她点的戏自然就是鬼戏呀。就是啊，给鬼听的戏不就是鬼戏吗？河图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要是就因为鬼妃点的戏就叫鬼戏，我何必费这么大的劲让大家来赏鉴？我就直接公布答案吧。接下来的这4出戏分别对应了《红楼梦》中的4个亡魂。观众顿时就不乐意了。主播，你这说法咋感觉有点生拉硬拽、生搬硬套的嫌疑啊？不会是为了圆自己那套理论硬凑出来的戏吧？对，我也觉得
主播不会是想博眼球，故意借鬼戏来搞噱头吧？而赵瑞明也看到助理同样疑惑的眼神，就给他做出了解答。这4部戏的确在红楼原著中出现过，就在元妃省亲的那个章回，只不过这几部戏都仅用1句话就带过了，并没有任何的细节描写。河图看到公屏上的质疑，并没有急于去回应。这戏为鬼妃所点，由鬼怪来演塑鬼魂之事，如此才有资格被称为鬼戏。若谁能找到戏中对应的亡魂，明日我请你来我直播间入梦游园。没一会儿，这边的舞台已经准备完毕，一阵苍凉的戏腔传来。今有玉斩一捧雪，我欲敬献于上官，无奈家主情意浓，深藏玉斩于怀中。天风凄冷焰阴沉，上乘甲斩至府中。两栖天赐逢此时，吾告上官斩非真。上官薄怒抄家去，家仆携斩夜遁出。眼见事情已败露，我知弃家保命乎？日夜难寐心常苦，沦丧雪夜性命无。随着尾音落下，整个舞台连同表演的人突兀地消散在了众人眼前，观众们瞬间就不淡定了。要不要这么大手笔玩凭空消失啊？线索呢？暗示呢？演了才不到5分钟呢，又在云里雾里结束了吗？拢共就唱了10多句词，主播和我们玩猜谜游戏呢是吧？河图扫了一眼满屏的吐槽，似笑非笑地开了口。好了，戏已经演完了，聪明的观众们现在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吗？这一问，屏幕上的消息更是像开闸放水了。主播你骂的真脏，这玩意儿谁他妈能猜出来呀？你这戏里提到红楼了吗？和红楼有个毛线关系啊？但凡你今天说服不了我，我就让你去给我太奶当面问好。看到好多观众都急眼了，河图终于不逗大家了。大家别急嘛，既然我敢出这个题的话，那它就一定是有答案的，而我的这个答案也一定会让你们信服。河图一边说，一边往前走了2步。在这次阴阳相见的省亲中，元妃可不只是一个想家的亡魂，她还扮演了另一个角色——亡灵预言家。这出戏里，她就预言了大观园中某一道孤魂的生平，她的名字，我想在场的所有人应当都听过，就是薛宝钗。赵瑞明的助理此刻又茫然了。会长，他之前分析的，我承认确实是说的有点道理，但是现在用一出戏来暗示宝钗的一生，这个观点我实在无法苟同。赵瑞明没有第一时间否定或者赞同，而是出声反问了一句：你说说你的理由是什么？感觉太牵强了，我翻来覆去琢磨那戏文，感觉和宝钗都搭不上边。说句老实话，今晚的这出戏在红楼的语境中的确是意有所指的，可我觉着肯定不是指宝钗。明明只是一个小书店的平凡小老板，却如平地惊雷般在直播间破解了百年红学悬案，就连九州红学会的会长都放下学界泰斗的威严，带着7分震撼和3分不解来躬身求教。主播，关于刚刚这个话题，我有点个人的意见想发表，请问可以吗？河图眼中闪过一丝好奇，脸上挂着招牌式的微笑回应道：当然可以，赵会长可是红学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发表高见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关于你刚刚提到的这出戏，其实我之前也是做过研究的，我承认它的确是有暗示的手法在里面，但暗示的并不是宝钗。河图微微挑眉，语气中带着几分兴奋。哦，不是宝钗，那赵会长认为这出戏暗示的是什么呢？是整个贾家。河图并未立刻反驳，而是优雅地做了个请继续的手势，态度谦逊。赵会长请继续，我洗耳恭听。赵瑞明顿时来了精神，条理清晰地开始分析。这出戏无论是情节、对话还是旁白，都无法与你说的宝钗产生联系，又何谈暗示呢？戏中最核心点是上官怪罪，导致其家族分崩离析，这一点与贾府最终的结局高度一致，所以这出戏嘛，实则是在暗示贾府。随着赵瑞明的话音落下，屏幕外的观众们纷纷开始发言。这顶级宗门和民间散修之间要开始华山论剑了。好家伙，前面宝钗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现在又冒出来个贾家，这剧情比电视剧还跌宕起伏。我好像更认同赵会长的解读，感觉暗示一个家族的命运，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比局限于个人更有说服力。河图脸上自信的笑容愈发灿烂起来。赵会长，你刚刚说这出戏无论是情节、对话还是旁白，都和宝钗没关系是吗？对啊。赵瑞明下意识的就做出了回答，可话一出口，心中却莫名涌起一股不安。在我看来，这出戏无论是情节、对话还是旁白，每一段每一句都和宝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见河图的语气如此笃定，赵瑞明的大脑像宕机了一样，瞬间一片空白，一时竟完全接不上话。这时，河图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这样吧，我想请赵会长把刚刚这出戏的大致情节再给大家详细梳理一下，毕竟刚刚戏文比较晦涩难懂，我担心有的朋友没有完全听明白。赵瑞明定了定神，思索了几秒，沉声开口：这场戏讲的是明代太常寺正清墨家的衰败史。墨家有一只美玉盏，名为一捧雪，那盏温润剔透，堪称稀世珍宝。而墨家有位贪婪好色的门客，名叫汤勤。汤勤对着美玉盏以及守护玉盏的小妾雪雁，一直垂涎3尺。不幸的是，这玉盏被权势滔天的门阀严家看中了。墨家虽万般不舍，但在严家的压力下，只能伪造一只假盏呈了上去。
后来，汤勤为了谋夺墨家的财产，霸占雪燕，竟向严家检举揭发了假展之事。严家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盛怒之下，下令将墨家全族处死。而那汤勤自知严家不会真心看重自己，所以提前遁逃了。可他终究也惨死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寒夜中，也算是恶有恶报。等赵瑞明说完，公屏上再度喧哗起来。我就说怎么看得一头雾水，这剧情和薛宝钗根本就扯不上关系吗？主播，轮到你狡辩了，请开始你的精彩表演吧，我们可都等着呢。河图丝毫不为所动，嘴角微微上扬，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好了，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再来做一次阅读理解吧。我将从3个独特的方向带你们深入解读这其中的奥秘。第一是曹公在《红楼梦》中不止一次运用过的人物背景嵌套手法。第二是戏文和小说中那出奇一致的剧情结构脉络。第三，依旧是按照之前的惯例解读人物的判词和判决。赵瑞明正听得入神，还沉浸在河图描绘的思路中，河图却又抛出一个问题：赵会长，在刚刚的情节里，一共出现了多少个人物，多少个器物呢？赵瑞明迅速整理思路，回答道：没记错的话，应该出现了4个人物，一样器物。人物分别是墨家、汤勤、小妾雪燕和严家。器物嘛，就是那个美玉盏一捧雪。河图笑着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没错，那现在我们来玩一个超级有意思的文字游戏，它的名字叫做人物替换。大家听好了，我们把墨家替换成黛玉，汤勤替换成宝钗，严家替换成皇室，雪燕及玉盏替换成宝玉。接下来我们再重新审视这出戏，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个翻版的钗黛之争？你们以为黛玉和宝玉是纯爱天花板吗？大错特错。大观园中还藏着个心机 girl 薛宝钗，她表面上是个寄人篱下的乖乖女，可实际上却满脑子都是夺夫大计，做梦都想把宝玉从黛玉手里抢过来。河图眼神锐利，越说越上头。她可不是傻白甜，她一边暗中疯狂搞事情，找人在贵妃耳边疯狂安利自己，就盼着一刀一纸赐婚，定下自己的金玉良缘，一边还各种挖坑给黛玉跳。最终，宝钗策划的绣春囊丢失案成了皇家超检大观园的导火索。尽管他在这场风波中侥幸逃脱，却终究难逃命运的裁决，最后落了个惨死雪夜的凄凉下场。说完这段堪比宫斗剧的剧情，河图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基于宝玉攀附皇权，设计陷害，大怒抄家，得幸脱逃，惨死归西，所有剧情走向严丝合缝，每一个要素都完美对应。诸位还觉得我的解读站不住脚吗？这番大胆的解读让赵瑞明呆立当场。这看似离奇的解读，竟与原著丝丝入扣，可怎么还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呢？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却敏锐地抓住了其中的破绽。强行碰瓷吗？这种剧情网文里一抓一大把，红楼可以套，其他小说也能套，所以鬼戏这个说法我是坚决不信的。对啊，虽然剧情能够嵌套，但是九州从古至今这么多年，基于陷害的故事早已泛滥成灾，仅凭这点就下结论，也太敷衍了。但这些质疑都在河图的意料之中。我就等着大家发问呢。接下来我再从人物背景来给大家分析。戏中墨家的官职是太常寺卿，而原著中黛玉父亲林如海的官职是兰台寺大夫，2个官职都是从三品，这难道只是巧合吗？说完，河图又点名了赵瑞明。赵会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薛宝钗的身世背景？赵瑞明迅速整理思绪，引经据典。《红楼梦》第4回中有过一段描述，薛家是为皇室采办杂料的皇商，薛宝钗进京本是因为薛蟠送妹待选，后来选秀失败，也一直没有离开贾府。赵瑞明说完，河图立刻接过话茬。重点来了，汤勤一介落地书生，无官无职，进京求仕无果，最后跻身墨家为门客，无官身，赴京城遭失败，寻依附，这与宝钗的境遇如出一辙。剧情或许常见，但如此精准的人物背景对应，真的只是偶然吗？就在众人陷入沉思时，赵瑞明突然灵光乍现。不对，汤勤依附墨家，可宝钗依附的是贾家，按你的理论，他该依附黛玉才对。河图赞许的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赵会长果然目光如炬，不过答案也很简单。您研究红楼这么多年，那应该知道黛玉进了贾府之后带了多少银子吧？赵瑞明答道。没记错的话，好像是300万两。河图微微一笑，语气笃定。正是这300万两银子，支撑起了大观园的奢华建造，养着府中众人的吃穿用度。你品，你细品，宝钗依附的究竟是谁？这番话把赵会长对得哑口无言。他原以为的漏洞，竟被河图如此巧妙的就给补上了。河图这边轻描淡写的继续说道：剧情和背景已经解读完毕了，想必仍旧还会有人心存疑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击核心，来看看薛宝钗的判词与判曲吧。元妃在大观园点了4出戏，我却说这4出戏全都是鬼戏。元妃所点的鬼戏和宝钗的判词判曲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宝钗判词里的金簪雪里埋，判曲里的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就这2句话藏着3条关联的暗线，你们能扒出来吗？直播间内一时间也无人知晓。救命啊！这题直接超纲了。
我不会。我连一条暗线都找不到，主播居然说有3条，这不是要人命吗？河图见状，只能选择了自问自答。血里埋这3个字就暗示了其中2处。豪宴里，墨家因为稀释珍宝一捧血，全家惨遭灭门。再结合我之前说的一捧血就是宝玉的化身，这就好比给薛宝钗的命运盖上了死亡印章，她这辈子被宝玉克得死死的，注定要落得个凄凉收场。赵瑞明此时也恍然大悟，豪宴里汤勤惨死血液，正好对应宝钗血里埋的结局，一明一暗，双重暗示。曹公这伏笔埋的也太深了吧。河图这边还在继续说着，我们再看判区里的山中血，按照之前的逻辑，你们大胆猜猜，这暗示着什么？公屏上很快就有人给出了一条高能解读。山中血的血，既指薛宝钗的薛，也可以当做食物的血去看，是不是说薛宝钗是与血液埋进了山中？河图第一时间就肯定了那条拆解分析的消息，就是这个意思。短短的一出豪宴，就将薛宝钗的一生全数写尽。你们说这不是鬼戏，什么才是鬼戏？河图说完，又一脸坏笑的看向赵瑞明。赵会长，我想这第2出戏蹊跷，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赵瑞明闻声颇为无奈的苦笑着开了口。这蹊跷讲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马嵬坡白绫赐死的生死悲剧，和元妃在宫里的遭遇与死因，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我敢说，这出戏暗示的亡魂正是元妃本人。主播，我这么解读没毛病吧？河图点了点头，沉声开口。分析得很漂亮，但漏了一个关键问题，元妃为什么要点这出暗示自己的戏呢？此话一出，赵瑞明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这个问题还真是没往深处想过。屏幕前的众人此时也躁动起来。怎么突然一下就感觉阴森起来了呢？元妃点一出戏来暗示自己的结局，这特么比恐怖电影还要恐怖的说。河图也不等众人反应，继续开口说道：真相只有一个，元妃点的这出蹊跷是点给贾府众人的，她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今日回来省亲的早已不是那个鲜活的贾家大小姐，而是被困在宫廷里沦为权力祭品的一缕残魂。河图稍作停顿，见宫廷上没有人提出质疑，便继续开始讲解。第3出仙缘暗示的是亡魂宝玉，这是曹公特意写给我们读者的解惑戏。至于第4出离魂，这可是《红楼梦》隐藏了300多年最为终极的恐怖诅咒，甚至直到现在还尤为诡异地影响着现实世界。你敢信吗？一本写尽人间百态的古典名著，竟藏着跨越300年的诡异诅咒。总有人觉得小说不过是纸上谈兵，即便它的影响有多深远，也只会局限在艺术价值上面。可等我扒开最后2出戏的真相，保证让你们后背发凉。河图淡定的语气，再加上此前令人拍案叫绝的解读，直播间中一时也没人反驳。第3出戏仙缘说的是和仙姑要寻个扫花仙童，便让吕洞宾帮忙下凡去捞人。吕洞宾随手就送出一个仙枕，给了一个叫卢生的年轻人。可这枕头一枕下去，卢生便坠入了一场延续数年的大梦。在梦中，他又是化身豪门阔少，又是上演虐恋大戏，结果一觉醒来，全是镜花水月。河图说完，突然对着连麦的赵会长一脸坏笑。赵会长，这段剧情是不是有点眼熟？此时的赵瑞明表情复杂，但还是硬着头皮接过话头。《红楼梦》第5回中，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和这简直如出一辙。同样是梦中沉浮，从烈火烹油的繁华，到树倒猢狲散的凄凉，爱恨嗔痴也无一不包。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这出戏的确是在暗示宝玉。可我不明白，你刚刚为什么说它是一场帮助读者解惑的鬼戏呢？河图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回答道：这出鬼戏其实也是贾宝玉的鬼梦。原著说宝玉是韩愈出生，对吧？关键就在这里，在九州丧葬文化里，只有去世的人才会口中韩愈。有没有可能，宝玉自出生起就已是身处阴曹地府的一场大梦中呢？接着，河图语气笃定地给第3出戏下了最后的定义。这样一来，很多事就说得通了。只有在鬼梦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的亡魂，只有在鬼梦中才会有那么多的因我、因曲、因词。现在你们说这出戏是不是鬼戏？河图说完，从容地站在镜头前休息了半晌，才又缓缓开口。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前面不信邪的宝子注意了，这第4出戏离魂，我们就直接从现实中来找证据，让你们看看这诅咒的威力。这话一出，顿时就有人慌了。主播别搞我，我一个人在家呢，大半夜的，你一口一个鬼梦，现在还要在现实中实锤。主播我错了，我刚刚不该怀疑你的，我怕做噩梦，求放过。河图扫了眼满屏的求饶，嘴角一勾，突然开始报菜名式的念人名。真正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过影响的《红楼梦》，一共拍了6版。1945版黛玉饰演者周旋，62版乐蒂，75版汪明荃，77版毛舜筠，87版陈萧旭，90版张玉燕。看着河图洋洋洒洒地罗列了这么一大堆人名，赵瑞明顿时就一头雾水。从红学研究跳到娱乐圈八卦，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下一秒，河图语气突然阴森起来。这6位林妹妹演完《红楼梦》后，命运就急转直下，像是被施了诅咒一般。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情路坎坷，命比纸薄。河图微微调整一下呼吸，继续冷声说道：先说45版饰演林黛玉的歌星周璇
当时她可称得上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是无数人心目中的顶流女神。可她的3段感情皆以悲剧收场，且终生无儿无女。演完黛玉的第12年，突然因为精神分裂和抑郁、脑感染去世，年仅37岁。低沉的声音中，河图抬眼望向了屏幕。书中的黛玉郁郁寡欢，泪尽而亡；现实里的周旋精神崩溃，香消玉殒。同样的情路坎坷至深，同样的肉体亡于精神，这难道只是巧合？细思极恐啊！随着河图的讲述，直播间的温度仿佛都降了几度。如果说周旋的经历已经够邪乎了，那乐蒂的人生却是更具宿命感，更加诡异。6个版本的林黛玉全被《红楼梦》诅咒，45版的周旋脑感染去世只是开胃菜，62版的乐蒂那才叫被诅咒来了个暴击。直播间大多数人可能都没听说过乐蒂，却丝毫不影响河图的讲解。乐蒂是唯一一个在大荧幕上2次饰演林黛玉的演员。老话说得好，牵绊越深，宿命越沉。既然她比别人多介入了1次因果，那自然所受到的反噬就更狠了。连麦的赵瑞明这会儿听的是浑身直冒冷汗，毕竟他之前有过伏击的经历，就对这种玄学的事变得更为敏感。介入因果，剧烈反噬，这到底是纯属巧合，还是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蹊跷呢？河图继续补刀。乐蒂演完黛玉后，就火速和丈夫陈后结了婚，本以为是从此王子公主过上幸福生活的甜宠剧本，结果结婚才刚2年，丈夫就直接出轨劈腿，2人的感情就此破裂。河图无奈地叹了口气，接着说。打这以后，乐蒂就一直孑然一身，直到1968年12月27日的上午，这位年仅31岁的女星于梦中香消玉殒。这一次，河图没有第一时间发表评论，沉默良久后，才目光复杂地看向镜头。31岁，正是青春大好的年纪，身体也没啥毛病，尸检也没发现自杀的迹象，可她偏偏就在梦里突然就走了，这死因到现在都是个未解之谜。不中和世俗，这不也是林黛玉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吗？没想到这结束在乐蒂身上也真真切切的应验了。你们说这又是不是巧合？听完乐蒂的生平，直播间内一片死寂的沉默。河图突然冷笑一声，这样就觉得离谱了吗？那咱接下来聊聊第3位75版的黛玉汪明荃。这个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了吧？这时候直播间终于有了动静。港星汪明荃还是听说过的，挺火的。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主播别瞎扯，人家明明是人生赢家，也没听说发生过什么很悲剧的事啊。河图轻轻一笑，来了句充满宿命论的话：活着可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有些结束演了黛玉那是躲都躲不掉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她演完黛玉后的27年里，先后2次患上癌症，而且这2种癌症都有个共同的名字——情绪癌。这话一出口，屏幕前的观众们又是一惊。2次癌症，这得是多差的运气才会迎来这样的经历。听主播的意思，这癌症还不是单纯由身体的病变所引起的。河图看到公屏上的消息，肯定的点了点头。演完黛玉后的第10个年头，她患上了甲状腺癌，第27个年头又患上了乳腺癌。中医上说，这就是肝气郁结，七情所伤。说白了，就是心事太重，抑郁成疾。前几10年顺风顺水的大明星，演完黛玉后就婚变、抑郁、得重病，这能是巧合？河图换了口气，接着补充：她1971年和前夫结婚，结果拍完《红楼梦》当年就离婚了。之后整整35年都没再婚，原本是大家眼中的天作之合，可偏偏在出演了《红楼》之后一拍两散。明明是魅力万种的励志女星，可一单就是30多年，这般情路又是否称得上坎坷呢？此时的赵瑞明也开始怀疑了。这3位女星几乎都是在同样的人生节点上遭遇了同样的挫折，而且和《红楼》里的黛玉如出一辙，情路坎坷，终日郁结。难道这真的是冥冥之中的宿命？演了黛玉，就真的会沾染到这些因果吗？而河图这边也没有选择暂停。77版的毛舜筠演完黛玉后，患上了免疫系统疾病红斑狼疮。你们知道这病在古代叫什么吗？叫血咒。更绝的是她之后接连小产。90版的张玉燕演完黛玉后，直接终身未嫁。河图停顿了一下，紧紧盯着屏幕说道：要是觉得前5位还不够支撑黛玉魔咒的说法，那接下来这位大家可得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因为这位从演完黛玉之后就再也没出过戏，又或者说她的身体仅仅就只是个躯壳，里面住的是黛玉的亡魂。6位演过林黛玉的女演员，要么被绝症缠上，要么遭遇离奇变故，感情路更是一个比一个坎坷。而这其中最让人唏嘘的，还得是被观众封神的87版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这个被用来压轴的神秘女人，终于被河图揭晓了。陈晓旭塑造的林黛玉，无论是民间和业内，都有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评价，这就是林黛玉。大家注意，他们说的不是最像或者最适合，而是这就是。关键林黛玉是小说里的虚拟角色，谁也不知道她真实的模样。为什么所有人都会给出如此笃定的判断呢？在河图的引导下，赵瑞明也紧紧皱起眉头。这话听着咋就这么玄乎呢？有点过度解读的嫌疑吧？就在众人还疑惑不解时，河图又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入戏太深，不如说他已经被真正的林黛玉和魂夺魄。
这话一出，直播间的观众一下就忍不住开喷了。主播，你猜猜，你的封建迷信能经得起我9年义务教育的检验吗？好好的经典文学，怎么被你说的神神叨叨，邪乎的不行？人家就不能是演技精湛绝伦吗？照你这么说，演孙悟空呢，还得真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不成？河图也知道，任何新理论的诞生都必然要经历如烈火炼金般的考验。接下来我只阐述我的观点，至于真假，各位自行评判。河图眼神坚定，缓缓道来。1983年，毫无表演经验的陈小旭进了《红楼梦》剧组。仅仅1年后，他就在圆明园接受了一次采访。镜头里的他，一挑眉，一抿嘴，一顾盼，每一个神态都与原著中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的林黛玉完美契合。其实，在这1年，陈小旭就已然入戏，又或者说，他与300年前的林黛玉正式合魂了。这段采访是真实存在的，河图丝毫不惧观众质疑。更离奇的还在后面。1987年，《红楼梦》一经播出，陈小旭一夜爆红。按照常理，明星爆红之后必然会迎来无数片约，在名利场中风光无限。可陈小旭从1987年走红到离世，整整20年间，却仅只拍摄了3部作品，其中2部的片源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剩下1部《家春秋》。观众的心中不自觉的就泛起了嘀咕：只演了3部戏，2部还查不到，可不等同于他就只演了1部吗？确实有点诡异，哪个明星红了之后跟隐退了似的，放着大把赚钱的机会不要啊！河图见观众们兴趣被勾起，继续说：更令人费解的是，《家春秋》的剧情几乎是《红楼梦》的翻版，而陈小旭饰演的梅表姐更是被称为民国版林黛玉。最诡异的是，这部戏是他主动选择的，角色也是他自己强烈要求出演的。按理说，演员都想挑战新角色，拓宽戏路，可他却偏偏执着于重复类似的戏路。你们说，这波操作符合常理吗？直播间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显然大家都被这离奇的现象给问住了。所以这时候的他基本就是被夺魂了。河图语气加重，分析道：林黛玉是什么性子？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她只会做自己想做的事。陈小旭的种种选择，不过是林黛玉在借他的身体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赵瑞明听到此处也连连点头。陈小旭的这种行为确实透着一股难以名状的诡异，仿佛真的像被人操控着一样。短暂的沉默后，河图再度开口：当然，除了演戏之外，陈小旭的2次公开发言更是让人头皮发麻。第一次是2001年，他和导演在大学演讲时说：“我演黛玉是为了一种人生追求，完成使命般的夙愿。”说到这儿，河图突然顿了顿，眼神中充满了意味深长，直勾勾地看向镜头。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词典里对使命的解释是某人所领受需要完成的任务，而夙愿呢，是生前或者以前的愿望。河图冷笑一声，继续说道：现在回过头再看他说的话，是不是细思极恐？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他的任务就是替黛玉的魂魄在这世上再活一回，完成那些没了的心事？直播间的气氛仿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第2段发言是在87版红楼剧组15年后的剧首采访现场，当时主持人问他：“你是更喜欢别人称呼你为某某公司的董事长，还是陈小旭？”你们猜他怎么说？河图微微一笑，表情唏嘘。他直接说：“我更愿意他们称呼我为林黛玉。”而且他在说这话时，眼神中满是嫌弃，仿佛董事长和陈小旭这2个称呼对他来说是一种冒犯和侮辱。其实，在那一刻，他早已不再是陈小旭，而是林黛玉本人。很快就有好奇心旺盛的观众去扒了陈小旭的生平，还真如主播所说，陈小旭与黛玉的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参加完采访后的第2年，陈小旭就被诊断患上乳腺癌，也就是主播所说的情绪癌。与前5位女星有所区别的是，这1年她剃度出家了，法号妙真。河图点点头，附声解读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形神俱妙是黛玉，与道合真乃结局。这岂不是再一次印证了他体内的魂魄就是黛玉？哦，对了，陈小旭还有一本画册，听起来是不是与《葬花吟》有那么几分相似？里面有首诗教物，是这么写的：参不透的人生，正如一台盛宴不衰的名剧，不断用新的形象重复旧的主题。河图缓慢向前走动2步，给了众人一个讳莫如深的表情。新的形象重复旧的主题，这不就是在暗示自己是林黛玉的替身吗？如今陈小旭已逝，那么下一个替身又会是谁呢？也许此人就在我们身边，又或者说他就是你。一场颠覆认知的鬼魅性侵解读，四处暗藏玄机的诡谲鬼气剖析，原本在原著中轻描淡写的桥段，却被河图解读成了红楼最阴间的章节。魂自黛玉身上离，辗转百年寻人替，前世忘川难归墟，今生红尘仍觊觎。离魂这出戏暗示的不仅仅只是人，也解开了黛玉过往与未来交织的谜团。至此，4出戏全部解读完毕，现在应该没人反驳我鬼戏的说法了吧？还没等观众喘口气，河图突然话锋一转，又抛出一个神秘问题：大家还记得在入园之前，我为什么非得强调让元妃丑时3刻离开大观园吗？观众们集体蒙圈了。谁能想到啊，这怎么还是一个伏笔啊？蹲一个大佬解析，在线等，挺急的。赵瑞明闻言也是为之一愣。这场直播中关键的剧情都是随着时间线展开的，这个丑时3刻必定是大有深意的，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正当众人绞尽脑汁思索时，河图不紧不慢地揭晓了答案。12时辰中，丑时为阴，丑时之后的寅时为阳，所以丑时3刻就是阴魂在阳间最后的离场倒计时。不过我还是偏向于另外一种说法。河图故作停顿，神秘一笑。各位有听说过6道轮回说吗？6道乃佛道、鬼道、人道、仙道、畜道、修罗道。其中鬼道所对应的时辰就是丑时，而人道对应寅时。人行人之道，鬼行鬼之道。所以元妃作为亡魂，自然在丑时结束前就必须要下线了。现在大家还对鬼妃省亲这个论断有质疑吗？观众们此时给出了回应。那接下来呢？你不是说4出鬼戏对应4个亡魂吗？除了元妃，还有另外3个都还没说呢。不都说贾宝玉是神瑛侍者转世，林黛玉是绛珠仙草转世吗？这个说法主播也要推翻了吗？诸如此类的声音不断在公屏上出现。河图看了一会，轻声回应：万事缓则圆，急则变，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大家先休息2天，消化一下前面讲的东西。当然，最主要的是，我需要几天时间去小小的准备一下后面直播的内容。河图犹豫了一阵，还是解释了一下公屏上的问题。刚刚我看有人说今晚只解答了鬼系的问题，没有解释清楚为何他们都是亡魂，是吗？而这恰好就是我下一次直播要着重解读的内容。今晚我们给元妃问灵，那下一次我们就去实地探秘。到时候我带着诸位进大观园，去买谷地，逛欢乐场，听悲歌切。河图说完，直播的画面就黑了下来。你知道直播间在线10万加的主播有多赚钱吗？下播后回到家的河图首次打开了直播后台，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瞬间让他瞪大了眼睛，困意全无。开播短短3天，20万本线装版红楼就一售而空，单佣金这一项就挣了200万。与平台分成后的礼物打赏金额更是高达218万，也就是说3天赚了400多万。书中自有黄金屋，老祖宗这话可真是一点都不假啊！正当河图还沉浸在喜悦之中时，手机铃声突兀的响了起来。迟疑了片刻，他还是接通了电话。喂，你好。你好，何老师，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我是恭王府博物馆负责人刘旭，这几天您的直播我们全程追着看，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这边有个想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聊聊？很快，直播的日子到了。下午5点，冯爽刷手机时，一眼就看到了河图发布的直播预告。这场直播为何选择在恭王府开展？我来上坟祭祀。这话怎么说？因为恭王府是大观园旧址，而大观园就是一座坟场。其实《红楼梦》中刘姥姥的3进大观园可不是走亲戚逛园子那么简单，那分明就是3次上坟祭祀，而我这次算第4次。到了晚上9点，河图准时出现在了镜头前。都说一座恭王府办不清代史，相信老粉们都记得，之前我就说过，恭王府就是大观园的旧址。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这个人鬼殊途地，俗世欢乐场。话音落下，河图就缓缓转过身，脚步沉稳地迈向大门。镜头也适时地切换拉远，缓缓给了恭王府一个俯拍镜头。没多久，画面又聚焦回河图身上。刚刚摄像老师特意给了个远景，就是想让大家好好的看一看这大观园旧址。现在问题来了，大家看过之后有什么感受呢？虽然直播停了2天，但观众们的热情丝毫没减。按理说，王府该是金碧辉煌、派头十足，可我只觉得这里荒得瘆人，像座空城，压根不像是有人住过的地方。我也算逛过不少古建筑，那些地方都透着股厚重感，可这恭王府给我的感觉却是冷冷清清的，看得人脊背发凉。河图看着公屏上的消息，轻轻点了点头。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反常？要知道这儿当年住的可都是清朝的大官，不应该是贵气十足、显赫周正的吗？说到此处，河图停下了脚步。根据时间线来推断，恭王府最初就是以大观园的名义修建的，后来才成了和珅以及其他王爷的住所。你们觉得阴冷，就是因为这大观园从一开始就是当做坟场被设计，当做荒冢被建造，只有鬼魂才能在此安息，活人入住必被阴气所伤，生死难料。河图说完，又迈开步子走动起来，但是讲解还在继续。我敢下这个结论，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从风水上看，恭王府是千年难遇的龙腹血祭之地。第二，在历史上，入住恭王府的人全都不得善终。第三，在现实中，这里曾发生过一次恐怖的灵异事件，羊城电视台当年还专门做过一次报道。而当我仔细研究后发现，那次灵异事件正是大观园中众鬼的魂体重现。这里是清朝恭王府遗址，300年来有17位王公在此暴毙。现在我将带你们破解《红楼梦》里最可怕的秘密。河图话音落下，就走向一座高楼。恭王府占地90多亩，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但今天的第一个点我却选在了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一问不过是抛砖引玉，河图也没想要谁真的来回答。要想揭开大观园的秘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它本身去着手。
300多年前，为了迎接元妃省亲，贾家耗费巨资修建了大观园。我问一下大家，古人，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古人，他们修建一处具有特殊意义且规模巨大的宅邸时，最看重的是什么？观众们开始各抒己见。位高权重的人肯定也爱暗中较劲，修宅邸的话，就一定要比他的对手更加的奢华气派。九州自古以来，无论是修建阴宅阳宅，都极度讲究风水，越是位高权重，就应该越看重风水吧。河图见有人说到了点子上，便轻声开口：没错，就是风水。普通老百姓下葬都得请大师算日子找宝地，更别说贾家这种钟鸣鼎食的顶级豪门了。那你们觉得大观园的风水好吗？直播间现在有超100万的观众，肯定也是卧虎藏龙了。恭王府的风水自然是极好的，这可是占了帝都水龙脉的盘龙抱水之举，妥妥的风水天花板。河图看到这个回答也没有否定。那问题来了，这盘龙抱水局倘若是皇家来用，就能和故宫的土龙脉遥相呼应，互为补给，那此局便是绝妙的风水局。但贾家算哪根葱？一个外戚竟敢沾染龙脉，这不是纯纯的作死吗？观众们此时也听出了其中的蹊跷，就见河图继续说道：想象一下，同样是300多年前的一个雨夜，假设被皇帝紧急召唤入宫，商议贵妃省亲的别院修建事宜，他畏畏缩缩地站在了帝都的地图前。皇帝当着假设的面，抬手指向景山以北、后海以西的某个区域。说到这里，河图叹了口气：贾家的命运从这一夜开始，就注定要沦为悲剧。因为这是一处披着绝佳风水局外衣的血迹之地，这看似绝佳的风水局，实则是皇室布局的死亡献祭。很多观众也许不懂其中的含义，但是在深山潜修的老道却通晓其中的门道。九州风水随形而变，随势而改，看来这个年轻人的风水造诣也不低呀。河图这边也开始做出解释。恭王府的右侧便是知名的后海与前海，而这两条水系与积水潭以及绕景山而过的北海，共同构成了帝都的水龙脉。前海与后海在恭王府的位置上相接，形成了一个臂弯式的拱卫，这便形成了龙富风水局。单单这么看的话，这的确可以说是天选的富贵冲天之局。河图沉默了几秒，又开口问道：这恭王府后方是前海和后海这两个较粗的水系，他们以拱抱之势将恭王府围住，前方是穿绕而过较细的水系玉河，它上方接在后海尾部，下方接在前海顶端。大家说这样的地形地势像什么？这时反应敏捷的观众给出了答案。我刚刚用纸笔大概勾勒了一下，恭王府的这地形不就是张弓吗？河图满意的点了点头。答对了，这地形就是一张弓，而且还是一张超级凶的煞弓，硬生生的将大好的龙父之学变为血迹之地的煞弓，而操控这只弓的就是皇室。随即河图话锋一转，既然是弓，那就一定有操控这只弓的弓箭手，必然也会有一根搭在弓身上蓄势待发的箭。问题就出在恭王府西侧的柳荫街。大观园建成之前，这条柳荫街是一条由人工修凿，用来往紫禁城里引水的小河，它的名字叫御河。河图声音清冷的详细解释道：清时期，这条御河就在前后海的交点上，自景山蜿蜒绕行而过，最终汇入紫禁城北部。其形似一柄利剑，箭头却直指恭王府。也就是因为这一条御河，大好的龙富风水局直接翻车，变成了龙富困死局。说完，河图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语气中满是唏嘘。原著中一直在暗示，元妃、黛玉、秦可卿、鸳鸯这些人的死因全都和一死有关。细思极恐，有没有？皇室这波操作，妥妥的献祭流玩法，直接就把整个贾家当成了维持气运的祭品。所以，这大观园从来都不是建与人居的阳宅，而是忧困怨鬼的阴宅。关于这一点，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来佐证。河图边说着，边扯起嘴角冷笑一下。大观园这块地在元明时期曾有过一座规模极大且香火鼎盛的寺庙，名为海印寺。皇室之所以要贾家在此地建造大观园，便是想着用寺庙的佛光压制血迹产生的怨气。想法虽然很好，但效果却很差。说着，河图又开始走动起来。贾家被抄，红楼梦尽之后的300年间，17位王公大臣横死于此，数道贾家冤魂弥留府中，经年不散。一座阴森诡异的阴宅，却不断迎来活人入住。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每一任房主及其后代都难逃厄运，无一善终。自大观园起，贾家便遭抄家灭门之祸，清朝巨贪和珅，最终也落得被嘉庆赐死的凄惨下场。而后，恭王府一分为二，一部分归了丰绅殷德与十公主，另一半落入庆王永林之手。可谁能料到，就在入住后的短短数月，此3人又接连暴毙。河图寥寥数语，便4位恭王府4位住户宣判了死刑。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庆王永林的6个儿子，在父亲入主恭王府后，其中5个或被治罪，或不幸夭折，只有第3子绵敏侥幸存活并继承爵位。然而，绵敏继位后不久，也骤然离世，年仅40岁。河图轻轻叹息一声，继续缓缓道来。恭王府的最后一任主人恭亲王奕欣，同样没能打破这个恐怖的魔咒。自他入住王府后，他的儿子们也是接二连三的死去。说到这里，
河图脚步顿住，停在了一堵红墙之前。刚刚我说的这些全都有史可查，没有丝毫的夸大和编撰。即便是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可每一任房主和他们的后代都碰上了这种事，这巧合的也太离谱了吧！所以真相只有一个，因为这就是血迹。正当河图话音落下的瞬间，天空仿佛也为之震怒，一道惊雷裹挟着闪电，骤然在半空中炸开。就在河图身侧的红墙上，4具模糊不清的人形轮廓骤然显现。惊悚至极的是，他们竟像是有生命一般，缓缓移动起来。直播间的观众瞬间就炸开了锅。卧槽，鬼影！主播，你旁边有鬼影啊！太瘆人了，谁能借我个胆子？4个鬼排着队往前走呢，穿的好像是清朝的服装。之前袁飞人头落地的事儿就吓得我够呛，今天又来个红墙鬼影，我可是一个人住啊！主播，你真的礼貌吗？满屏皆是惊慌失措的呼喊，可河图却异常淡定。我没有吓你们，这鬼影也不是我搞出来的。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恭王府灵异事件吗？2023年1月24号，某卫视专门做了一期恭王府鬼影探秘节目。节目里提到了恭王府的2件鬼事：第一，每到深夜，府内各处总会响起凌乱繁杂的清朝女士方跟鞋的走路声；第二，在雷雨天能看到显影在红墙上的鬼影。河图边说边看向红墙，眼神中似有悲悯，又似有了然。在我看来，这也并不是多么恐怖的事，不过是大观园中的亡魂们用这样的方式延续着他们往昔的故事罢了。我停在这里，就是在等这些鬼影出现。幸运的是，他们好像很欢迎我。河图低头笑了笑，再度抬头时，脸上已没了先前的冷峻与唏嘘。今天到恭王府有2个目的，一为讲解，二为祭奠。还记得我之前的直播预告吗？刘姥姥3进大观园其实是去上坟的，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复刻这个过程。说到这儿，河图突然停下脚步，嘴角诡异的微微上扬。你们知道为什么3进大观园上坟的是刘姥姥吗？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一头雾水，但观众们还是纷纷给出了答案。不是说刘姥姥和大观园有亲戚关系吗？乡间老人天生淳朴，知恩图报，所以就去了呗。然而河图却轻轻摇了摇头。刘姥姥之所以会先后3次前往大观园上坟祭祀，并不是因为她是什么亲戚，而是因为她有一个不为人知且隐秘至极的身份，她其实是萨满教神婆。我说一个年迈的乡间老太太是萨满教的神婆，直播间数百万观众瞬间就坐不住了。红楼梦和萨满教能有什么关系？萨满教不应该是东北那旮旯的特色吗？这波要是能圆回来，我倒立洗头。作为直播间资深吃瓜群众，我见过主播各种脑洞大开的解读，但这次的刘姥姥萨满论直接把我 CPU 干烧了。主播可别想骗我充会员，我刚刚搜索了一下，整部《红楼梦》中可是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萨满这2个字的。直播间里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质疑声，河图却依旧气定神闲。在这部73万字的巨著中，作者用了无数的隐喻、指代和暗示的手法。我说刘姥姥是萨满教神婆，自然是有原因的，只不过那些被我用来佐证的线索，旁人很容易忽略罢了。说话间，河图慢悠悠地走到一团篝火旁。20分钟后，咱们就在这儿开启一场震撼人心的请神仪式，到时候你们就能亲眼见证我口中的萨满神婆刘姥姥。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让你们心服口服，相信刘姥姥就是如假包换的萨满神婆。在河图淡然又笃定的声音中，观众们躁动的内心也逐渐平静下来。《红楼梦》的故事背景是满清，这一点毋庸置疑吧？满清女真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而萨满教恰恰就是从长白山一带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整部《红楼梦》围绕着满清皇室和豪门大族展开，根就在那儿，又怎么能脱离萨满教的影响呢？这就是历史学上的地狱史观。此时正在观看直播的赵瑞明不由一阵感慨。现在倒是有几分读书做学问的感觉了，不过这主播还真是正的时候够正，有模有样的，邪的时候又邪得出奇，一些观点大胆的离谱。而河图这边也开始给出论证。萨满教体系庞大又复杂，今天我就挑最具代表性的3点来讲。这3点在《红楼梦》里都能找到对应的线索和印证，足够证明贾家全族信仰萨满，并最终沦为了宗教的祭品。这是今天晚上河图第2次提到祭品这个词。之前是从风水的角度，现在是从宗教的角度。萨满教有个特别重要的图腾崇拜，那就是铜镜。萨满巫师的服饰上到处都缀满了铜镜，而且在《满族萨满教研究》这本书里还记载了一个叫嘎胡叉的萨满，他有一面神奇的铜镜，能隔空召唤，甚至让人自由出入。那么问题来了，河图讲到这儿突然停住，笑着看向镜头。这只听上去诡异又神秘的铜镜，你们能在原著中找到原型吗？观众们顿时就疑惑了。这波怕不是把《红楼梦》和《西游记》搞混了吧？《红楼梦》里怎么会有这种神话道具？别人的红楼情情爱爱，你的红楼鬼鬼怪怪。主播你快继续讲。我突然灵光乍现，主播说的莫非是风月宝剑？河图终于看到有人说出了答案，便再度开口。对，就是风月宝剑。《红楼梦》第12回里，跛足道人把风月宝剑交给贾瑞时，千叮咛万嘱咐此镜不可照正面，可贾瑞偏不听，一照就陷进镜子里，干了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最后连小命都搭进去了。这不就是活人出入吗？
说着，河图往镜头前凑近了2步。同样是这一回，贾瑞死后，贾代儒要烧掉宝剑，结果半空突然传来一道神秘声音，下一秒，宝剑就自己从屋里飞出来，飘到了跛足道人手里。这可不就是隔空召唤吗？河图稍作停歇，又继续道：红楼里对风月宝剑的描写和萨满大巫师铜镜的传说简直一模一样，这难道只是巧合吗？赵瑞明此时突然生出了一股强烈的挫败感。万万没想到，这玩意儿到了河图口中，竟成了一样宗教崇拜器物，还真是不明觉厉啊！不等大家消化这个观点，河图就继续说道：一面镜子可能还不足以让你们信服，那我再来一波五杀，怎么样？河图故意顿了顿，卖足了关子。萨满教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呼黄白柳灰五大仙。要是我能证明这5仙在《红楼梦》里都有对应的暗示和原型，而且还能拿出铁证，这样又能不能说服你们呢？呼黄白柳灰这5个字拆开来，对应的就是萨满族5大仙。这5仙在《红楼梦》中都有相应的形象。红楼和5仙大多数人都不陌生，但要把他们联系到一起，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了。主播的脑洞怕是冲破了天灵盖吧？这5仙是从哪冒出来的？主播这样解读，就不怕胡三太奶半夜去敲你的窗户找你谈心吗？照这么说，林黛玉怕是咱东北那旮瘩的吧？想象到她前脚造花后脚掰苞米的画面，我笑不活了。同之前提出新理论一样，满屏的发言都是调侃和质疑。你们觉得离谱，那是因为你们对曹公还不太了解。对这样一个全才大能来说，作品中没有隐喻，才更应该让人诧异。且说这6仙对应的正是林黛玉。河图一开口，就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红楼梦》第3回中写黛玉出场时是这样说的：娴静时如娇花照月，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观众们暗自咂摸着这句话，耳畔则继续响起河图的声音。而蛇形无声，盘绕五谷，体内常伴有寒气萦绕，难以直身。这不活脱脱就是弱柳扶风的真实写照吗？这是其一。其二，大家都知道黛玉是绛珠仙草所化，这绛珠就是指红色的珠子，绛珠仙草自然是长着红色珠子的仙草，这个理解没错吧？河图卖了个关子，语气变得神秘莫测。可巧了，世间有一种植物叫蛇莓，有蛇莓生长的地方，必定就会有蛇出没，而这蛇莓不正是生长在草叶上的红色珠形莓果吗？河图清了清嗓子，又接着说道：第3，原著中黛玉的判词里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玉带林中挂。古时候的玉带多为青白之色，而蛇大多也正是这2种颜色。作为代表人物的白娘子和小青，应该是家喻户晓了吧？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这句话，树上悬挂的玉带可不就是蛇吗？此时屏幕前的赵瑞明冷汗直冒。谁能想到绛珠仙草竟然还能从这个层面上进行解释？从绛珠仙草到玉带林中挂，逻辑性直接拉满。莫非这林黛玉还真是所谓的柳仙代指不成？而河图的讲解还在继续。最后一点，在萨满文化里，柳仙主水，行则出雨，归则引河。而黛玉呢，前身绛珠仙草，生于西方临河之岸，在原著中又是一个整日以泪洗面的哭包，泪水多得像个水龙头，最后更是泪尽而死。萨满文化中，柳仙主水，红楼世界中黛玉进水，这重重关联，真的只是巧合吗？河图最后做出终结，4点证据环环相扣，单拎一点出来说，或许会有人说是牵强附会，可4点齐出，这便是曹公在红楼中给我们埋下的伏笔。因此，以萨满5仙来对照大观园中的人物的话，柳仙就是林黛玉。这番解读，新奇的让人头皮发麻，诡异的令人脊背发凉，却又逻辑严密的让人根本无从反驳。救命啊！我好像被洗脑了，这不就是妥妥的弱柳本柳吗？老祖宗的浪漫，我悟了。主播能别说黛玉是水龙头吗？比黛玉掰苞米都好笑。完了，以后看《红楼梦》满脑子都是蛇精林黛玉了。河图见一些观众接受了他的观点，又笑着开了口：还没完呢。接下来大家不妨顺着我的这个思路猜一猜，大观园中的狐仙又是谁呢？东北5仙的传说听过不少，但你们敢信吗？《红楼梦》里居然也藏着5仙。我深扒完林黛玉是柳仙之后，赵瑞明的连线直接把直播间热度拉满。主播问到的狐仙，我猜是袭人。在《红楼梦》第20回，李嬷嬷痛骂袭人时是这样说的：一心只想装狐妹子洪宝玉，这是不是假借他人之口说袭人就是狐仙的代指？河图听完微微一笑，赵会长说的没错，狐仙就是袭人，但是单凭这一点来说的话，还是有点牵强。赵会长还记得原著中有哪一段描写过袭人的长相吗？赵瑞明不假思索地回道：《红楼梦》第26回中，贾云在宝玉屋子里看到了袭人，有描述过她的样貌，细挑身材，容长脸面，穿着白绫细褶裙。没错，恰恰就是这一句，直接暴露她狐仙的身份。袭人不仅被人骂作狐妹子，而且长相也像狐狸一样。狐狸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面颊狭长，而袭人偏偏就得了这么一个容长脸面的描述。整部红楼中也只有她得了这样一个描述，而除此之外，说着，河图又看了赵瑞明一眼。赵会长刚刚还说了袭人的穿着，白绫细褶裙就是在白色的绫缎上分折出许多同等分的褶子出来，就是这层层叠叠的褶皱，大家觉得
像不像狐狸摇曳生姿的9条尾巴？还没等观众从狐仙的细节中缓过神，河图继续说道：第3个灰仙也是我们之前就解读过的薛宝钗。对于这个观点，我只提一个佐证。赵会长，来都来了，能不能帮我们讲一下第19回中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赵瑞明接过话茬。这一回中的故事是宝玉给黛玉讲的，说的是一只耗子精没有偷偷摸摸的去偷香玉，而是滚入香玉堆中，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香玉。他打算暗度陈仓，直到将香玉搬空，可最后那耗子精却变成了一个妙龄女子。赵瑞明说完，河图没有马上开口，而是再次看向了镜头。听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因为钗黛之争我才认定宝钗是灰仙吧？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红楼中有一个常用手法叫做以花喻人，而宝钗就是被公认的牡丹花。那你们肯定又疑惑了，牡丹和老鼠又有什么关系呢？河图一连串的发问让屏幕前的观众们一阵恍惚。我都举着白旗喊投降了，他还在疯狂输出，感觉脑子好痒啊！别人学新东西叫探索新大陆，我却在知识的沼泽地里疯狂扑腾，越陷越深。河图表情带笑的再次开了口。唐寅有手题牡丹话，里面有2句是这样写的：古语花之好属菇，昔年同管画成图。本草经集注中也写，牡丹一名鹿九，一名属菇。现在大家明白了吧？牡丹就是属菇，而在故事中，耗子精最后变成了一个姑娘，不就是隐喻薛宝钗就是那个耗子精吗？赵瑞明好似恍然大悟一般。这段解读虽说线索单一，但说服力甚至比前2个都还要强。河图这边并未给众人留太多的消化时间，结束了方才的话题。好了，最后说白仙金钏，文中有2条线索可以佐证：其一，金钏本姓白；其二，金钏因与宝玉调情，投井自尽。白仙的本体是刺猬，金钏浑身带刺，性格刚烈，可不就是大观园中一只倔强又孤傲的刺猬吗？他的命运就像刺猬尖锐的刺，扎痛了自己，也刺痛了众人的心。然而现在公屏上满是观众的调侃与疑惑。主播要补习数学吗？我免费教你数数，肯定比你的体育老师教得好。萨满5仙是5个吧？这不才讲了4仙，还有1个仙呢。河图没有直接回答公屏上的问题，而是盯着面前的火堆，良久之后才缓缓开口。最后一位大仙不用我去费力介绍了，就让他本尊来给大家现身说法吧。吉时到，请大仙现身。随着一声高呼，直播间气氛陡然凝重。此刻10点整，阴阳交替之际，正是百鬼夜行之时。月影斜照大观园，金陵旧梦锁深院。青石板上苔痕绿，谁家孤魂夜半现。河图低沉的吟唱声在直播间回荡开来，带着一丝神秘莫测的韵味。伴随着这奇异的曲调，火光中缓缓浮现出一道虚影，让直播间众人瞬间惊愕不已。这特么到底是科技与狠活，还是真的刘姥姥啊？此前红墙鬼影或许还能用科学道理加以解释，可眼前这一幕又怎么说？河图的吟唱仍在继续。姥姥山中修千年，今入红尘了前缘。黄仙绕园3圈转，低语喃喃咒连连。当这诡异的音调落下，那道虚影竟真的从篝火中缓缓走出，一步一步朝着河图逼近。而河图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浅浅勾起嘴角，露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诡异笑容，口中念念有词：此缘本是梦中天，荣华富贵皆虚幻，唯有因果不曾偏。今日你来解冤债，他日魂归黄土前。话音刚落，那道虚影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不再向前，而是就地盘腿坐下。河图见状，悠然开口：请神一趟殊为不易，既然来了，便先饱餐一顿吧。说完，他转身离去。过了许久，才再度出现在画面之中，手中多了一壶酒，还有一只毛尚未褪尽的鸡，径直放在了虚影面前。那虚影先是凝视着地上的酒水食物，沉默片刻后，便开始大块口欲。短短几秒，整只鸡便被吃得干干净净，连一根鸡毛都不剩。紧接着，一道尖细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吃你这鸡，可比在那园子里畅快多了，肉肥味美，还没那么多繁文缛节。河图顺势追问：这么说，你进过大观园？虚影答道：大仙，我自然进过大观园，那地也并非什么好去处，能不去还是别去为妙。谁出的马，上的谁的身？刘家一个老婆子设了香堂，备了贡品，人家礼数周全，我自然也就应了。这一下，直播间的观众们彻底坐不住了。我个人真的是信了，但是9年义务教育又不允许我相信，谁能联系走进科学节目组来解释一下？虽说真假难辨，但他那大观园请神教确实韵味十足。我是东北人，出马请仙的事儿见得多了，这我信。可要说能把上过刘姥姥身的黄仙儿请下来，也太离谱了吧？河图看到公屏上的消息，再度开口：你说你上过刘姥姥的身，进过大观园，可是有人不信。不信？谁敢不信？我现在就去找他。刚刚质疑的观众齐声在心里暗骂一句卧槽，下一秒屏幕就干净了。河图见状得意一笑：其实我也不信，大观园那么多人，其中不乏通晓此道之人，怎会容被你附身的刘姥姥随意出入？不过是一群不成气候的孤魂野鬼聚在一起自欺欺人罢了。我去那不过是给他们几分薄面，帮他们超度罢了。河图再次笑着摇摇头：我还是不信。虚影反问：大仙，我在园子里又是吃鸡又是喝酒，酒后还找了个地势不错的坟堆睡了一觉。你也知道大仙我爱放屁，一不小心就多放了几个。
你说说，就大仙我做的这些事，他一个乡间老妪做得出来，又敢做出来吗？听到这番话，河图将目光从虚影身上移开，正色看向镜头。从前只觉得这描述有些前后脱节。刘姥姥虽出身乡野，但并非愚笨之人，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不能去，她心中有数，更不会如此失态。如今真相大白，原来是黄大仙贪杯，才敢如此肆意妄为，酣睡放屁。毕竟大家都知道黄鼠狼爱放屁嘛。接着，河图又向虚影问道：既然你进过大观园，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进了几次呢？每次又都做了何事？黄大仙满不在乎的回答：3次而已。第1次巡坟，第2次带祭品去熟悉坟地，第3次出马做法，帮那些孤魂野鬼解决一些问题，顺便也为自己积攒些阴德。而此时赵瑞明这边，他的助理一脸迷茫与疑惑：这也太荒诞了！且不论请神这一套，3进大观园竟成了找坟祭祀做法，简直荒谬至极。怎么，你又不信吗？会长，我也在努力说服自己相信，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赵瑞明轻轻点点头，因为他还说漏了一件事情，除了上坟祭祀和做法，还需守灵。3进大观园等于找坟加祭祀加做法，主播可以冷门一点，但请千万别邪门。脑瓜子嗡嗡的，这实在太颠覆了。按这个说法，刘姥姥进去之前就已经是死了吗？之前的拆解里，好歹是从原著里抠细节，现在倒好，直接是二创了吧？直播间内，所有人都不能接受黄大仙3进大观园的说法。按照大仙的说法，你先后3次进大观园，压根就没看到过一个活人吗？本大仙知道你不信，那我就且带你去走一遭，顺便告诉你那3次都看见了什么。大仙我现身说法，还能诓你不成？很快，一人一仙来到了恭王府门前的墙墩下。就是那第1回来大观园的时候，大仙我就是帮那个刘老太婆来找坟的。这老太婆只知道这坟圈子就在皇城根下，具体在哪便只有寻人相问，问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找到坟圈子里滚事的那个。这一次，河图没有继续和黄大仙对话，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屏幕。我们对照原文的话，他说的这个找坟流程完全没有问题。说完，河图把目光投向了赵瑞明。赵会长，能给我们讲一下刘姥姥第1次去大观园的情景吗？赵瑞明点了点头。《红楼梦》第6回中，刘姥姥在荣府大门旁找到了几个纳凉的人，打了招呼之后，就问陪放的周大娘在哪。这群人一开始只是让刘姥姥等在一旁，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出现了一位老人说道：“何若误他的事呢？”然后就给刘姥姥指了方向。河图应声开口解释道：“所谓陪房，活着的时候就是伺候人的，死了之后自然就是帮他们守墓的了。这就是第1个关键点，寻人相问。但凡懂点民俗的，应该都能理解，异地找坟一定是要问人的，而寻找周大娘便是寻坟的第1步，问坟于老。”等河图说完，赵瑞明继续说道：“不一会，刘姥姥就来到了那个老人示意的地方，然后她拉住了一群小孩，问他们周大娘家在哪。那小孩是这样回答的：哪个周大娘？我们这有好几个周大娘呢。刘姥姥说是太太的陪房，然后小孩便门清的带着她过去了。很明显，这小孩是认识周大娘的，不是家族旁支，就是亲戚近邻。这便是寻坟的第2步，亲族点坟。所以大仙儿说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是寻坟，我觉得问题不算太大。当然，要是你们还没有被说服，我们还有第2个关键点来佐证。”河图清了清嗓子，转而继续说道：“第2个关键点就是黄大仙说的找到了管事儿的那个。大家仔细想想便会发现，这其中也极有深意。赵会长，在第6回中，周瑞家的带刘姥姥去贾府后见的是谁？”赵瑞明的助手抢先回答道：“见了王熙凤。”没错，的确带他去见了王熙凤。那你们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很多观众却没有想通其中的问题。这哪里奇怪了？我读的时候明明感觉写得很丝滑啊。去打秋风就找到正主了，很合理啊。河图微微一笑，刘姥姥一介乡间老妪，通过女婿和王家产生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凭什么能直接面见贾府 CEO 王熙凤？这在古代那种宗亲氏族极为讲究的时代，本就不合理，更别说贾府这种豪门大族。这时候才有人反应过来，王熙凤是什么人？贾赦的儿媳，贾琏的妻子，贾府的嫡长孙媳妇，一个乡下老太太，连门槛都难跨进，咋就直接见到核心管理层了？对呀，一个陪房佣人，你把一个和贾府没啥关系的乡野婆子直接引荐给王熙凤，确实也不太合适。不论是于情还是于理，刘姥姥都是没办法接触到王熙凤的，可偏偏一个佣人敢去引荐，而王熙凤也见了，这里面有大问题啊！河图见观众们都反应过来了，就再度开口。可如果刘姥姥是去找坟的话，那一切是不是瞬间就合理了？在拜祭家族事或者群和尸墓葬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孝子拜坟拜主人，外人拜坟拜主坟。河图怕一些观众听不懂，进而解释道：
通俗一点的解释就是在祭拜群葬坟的时候，孝子和亲戚一定要先祭拜家族里辈分最大的，而外人如果因事拜坟的话，就要拜这个家族中能顶事管事的那座，要先与他产生联系，打了招呼才能继续拜祭。赵瑞明的助理瞬间就豁然开朗了。如果把周瑞家的看作守灵人，把刘姥姥看作有事来寻坟拜坟的外人的话，先带他去大管家王熙凤的坟上说明来意，这么一说就全通了。而河图这边再次和黄大仙搭上了话，这边结束了，现在请大仙带我们去王熙凤的坟前看看呗。如果没猜错的话，那处坟堆上的信息量应该比前面所有的加一起都要大吧。进门先拜主事坟，方能有序谈姻缘。黄大仙把河图带到一个房间，便开口给他说道：喏，就是这里，当年刘老婆子结姻缘的地方。活人总爱把死人的居所当宝，却不知这里连风都带着腐肉味。反正在大仙我看来，无论是那日还是今日，此处都是一处毫无生机的死地。而河图也只是把整个房间扫视了一遍，随后就进入到了惯常的提问环节。都说说呗，这地儿你们看过之后有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啊，就一普通古宅，和我之前去参观别的古建房间差不多啊。这里面一个椅子都够买个30两厅了吧？如果这玩意儿真是坟堆的话，我第一个报名去守墓。感觉多多少少有点空寂，但除此之外还挺正常的。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它和坟地联系到一起。大概了解了大家的想法，河图才施然开了口。14岁那年，我也来过一趟恭王府，那时候看这些地方的想法和大家一模一样，不过是几百年前大户人家居住的房子而已，没什么意思。直到后来读了红楼，再次故地重游时，这才发现此地根本就是一座坟。河图换了一口气，在众人的惊骇中继续说道：第6回几乎2/3的篇幅都用来描述刘姥姥在王熙凤屋里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刘姥姥进了房间之后，扑面而来就是一阵香气，让她觉得闻了之后像是整个人陷入云雾之中一般。她放眼看过去，只觉得满屋子都是金光耀眼的，令人头晕目眩。说着，河图又望向了赵瑞明。赵会长闻到这味道，看到这些物件后，刘姥姥紧接着做了什么？赵瑞明直接回道：他立刻咂嘴念起了佛。等赵瑞明说完，河图意味深长地望向镜头。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不少盗墓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吧，尸香和陪葬品应该都有听说过吧。这时候已经有聪明的观众发现了蛛丝马迹。主播，你是说刘姥姥进入房间后闻到的香味是尸香吗？哪个正经主播用盗墓小说里的东西来做名著解读啊？河图只是微微一笑。陪葬品大家都知道，而尸香也是被考证过切实存在的东西。尸体腐烂之后，因为微生物的分解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体，因为人体构造和殡葬方式的不同，这股气味有时会以香味形式存在。河图生怕屏幕前的观众们听不清而影响后续的解读，就向镜头靠近了几步。吸食尸香容易产生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短暂致幻。还记得刘姥姥进房间后第一时间的反应吗？闻到了一股不具名的香，然后就如坠云雾了。赵瑞明此时也茫然了，什么样的香能让人顷刻间就如坠云雾呢？檀香、麝香、果香，若是这些香想达到这种效果，怕是得堆满整整一屋子吧？难道真的如他所说的，那个香味就是尸香？就听河图继续说道。原文中在描述过这股怪异的香气之后，紧接着又从嗅觉描述转换到了视觉描述，写了刘姥姥看到的东西，满屋子的金光耀眼，让人头晕目眩。然后河图又提出一个疑问，就算是白天，就算是光线明亮，但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金光耀眼和头晕目眩的感觉啊！你们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不等观众思考，河图就紧接着说，但如果是在陵墓的地宫里呢？如果刘姥姥那日看到的东西是埋葬下去没多久还未经氧化的金器陪葬品呢？终于有观众开始接受河图的观点了。如果是陪葬品的话，那些品质极高且纯度极高的金器，可不就是金光闪闪的吗？那些未经氧化的金器，在长明灯的折射下，谁看了不头晕目眩，能不迷糊都怪了。合理，必须合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说合理。河图点头笑了笑，继续说道。再看他后续的那个动作，文中说刘姥姥为点头咂嘴念佛而已。譬如你去别人家做客，一进门就直接开始双手合十的念佛，这操作放现在妥妥的要被当成神经病。我要是主家，指定给你分分钟赶出去。终于，河图给出了最后的论断。如果你在墓里先是闻到了尸香，然后看到了满地金光闪耀的陪葬品，整个人肝胆俱裂、昏昏沉沉之际，必然会想到用念佛来排解心中的恐惧，声明自己无意冒犯，这才正确，也最合理。赵瑞明眼睁睁看着河图将尸香和陪葬品这种离奇的概念，就这么转移嫁接到了红楼里，不由一声感叹：这特么实在是太过瘾了。河图目光扫过镜头，继续说道：讲到这里，相信的人已经开始后背发凉，怀疑的人估计还在找破绽。别急，既然有尸香，有陪葬，那必然就有尸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刘姥姥的脚步入陪葬坟，闻幽冥钟，开百年关。寻找尸源其实没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的。河图折扇轻敲掌心，忽然将话题转向对面的赵瑞明。赵会长，《红楼梦》第6回中，刘姥姥进入王熙凤府中后，见了哪些人，走了哪些地儿啊？
赵瑞明不加思索的应声回答。他随周瑞家的进了院子后，先去的是道厅，然后穿过影壁去了东房，就在这里见到了平儿，再经正堂进西屋拜见王熙凤，在途中还见过1、20个妇人，这个应该不重要吧？河图沉默的点了点头。这一段描写大概有500字左右，很多人读起来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日常记叙的流水账，但其实并不是。这段话告诉了我们2个异常重要的信息。河图展开折扇，一脸高深的说道：首先，刘姥姥的行进路线按和墓葬规制；其次，王熙凤的这座墓其实是一座陪葬墓。这下又把赵瑞明的助理给说愣了。不是，这是怎么看出来的？这明明就是很常规的院落布局描写啊，咋就和陪葬墓扯上关系了呢？这时，河图这边已经开始了正式的讲解。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工字结构，我们把最下面的一横看成是耳室，中间那一竖看成是甬道，最上面那一横分成3个部分，当中的那个是主墓室，右边那个是陪葬墓室，左边那个是椁室。河图为了给观众们一个想象的时间，停顿了几秒才再次开口。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原著中，刘姥姥进院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叫岛厅，对应古代墓葬最南端的耳室，正是存放杂物和仆役的住所，两者的功能和位置完全一致。这时，赵瑞明突然开了口：不对呀，你刚刚的工字结构里面没有影壁啊，刘姥姥是穿过了影壁才去的东房。河图轻轻一笑，赵会长不愧是搞学问的，思考问题都这么严谨。陪葬墓一般是多墓室分布，多墓室自然有多墓门，耳室前边那是墓门，甬道尽头那是墓室门，而这恰好就分别对应了王熙凤院子的院门以及赵会长说的这处影壁。说完，河图还调笑的补充了一句：赵会长，家里的5G 网络要检查一下了，刚讲耳室时我都怕您网络卡，还特意等了3秒呢。赵瑞明也听出了河图语气中的调侃，一时有些语塞，就听河图继续正色说道：拐过影壁，他们去了东屋，紧接着也没有7拐8绕，而是穿过正堂，走进了西边的屋子，也就是王熙凤的卧室，在这见到了王熙凤。诸位看出来了吗？河图长舒一口气，又将目光看向镜头。王熙凤的主屋与东屋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与陪葬墓中陪葬墓室与主墓室紧密相连的结构完全一致。现在把全部的内容结合起来看，你们说这短短500字，是不是就是对一处陪葬墓的描述？包括刘姥姥的行进线路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出入，这又是不是近墨？赵瑞明的助理这时忍不住开了口：据我所知，古人的陵墓基本都是模仿民居的样式建造的，你用它们来互相佐证，肯定是可以贴合的，这是孤证，说明不了问题的。河图挑了挑眉，算你说对了一半。那如果我说刘姥姥进入陪葬墓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开棺见尸的话，你还觉得这是孤证吗？赵瑞明的助理下意识缩了缩脖子，河图脸上笑容未减，淡淡开口：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刘姥姥走进了陪葬墓室，看到了一座陪葬棺，然后她开了棺。观众们此时也都疑惑的不行。按照主播的意思，刘姥姥见的第一个人是平儿，那开的这只棺就是王熙凤丫鬟平儿的棺吗？我已经翻了半天的书了，不说第6章，就连前后2章我都看了，根本没有发现一丝关于刘姥姥在东屋开棺的线索。河图及时开口给出了回复：就是开的平儿的棺，如果不是对九州的殡葬文化足够了解的话，这个线索还真的不太容易被发现的。赵瑞明此时突然有点后知后觉起来，星象地理、民俗术法、风水玄学、殡葬文化，且不说他今日的拆解，单单就知识面而言，就已经宽广的可怕了。就这样的人真的会无的放矢吗？河图也不知道赵瑞明的想法，再次向他提问。赵会长，在原文中，刘姥姥走进东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象？赵瑞明回答道：刘姥姥在东屋见到了平儿，对平儿的描述也很简略，就8个字：变身绫罗，插金戴银。河图听完就转头看向屏幕，这8个字大家都应该觉得很正常，对吧？前一句写服饰，后一句写装饰，这怎么看都只是没有意义的闲笔是吗？但这就是曹公，仅用变身绫罗、插金戴银这8个字，就将一只棺木、一具尸体给勾勒了出来。观众们一时都有些转不过弯来。这跳跃也太大了，就8个字，你就能判断东屋里有一只棺木，就能判定平儿是一具尸体。我也感觉有点扯，就这8个字，来得及去开棺吗？河图不紧不慢地看着公屏上吐槽，良久之后才开口：要想拆解这8个字，我们得先看后4个字插金戴银。以曹公的手法，要描写一个女人的配饰，绝技不会这么简单，会写簪子、写配饰、写细节。那为什么在这里只用了4个字就草草了事呢？河图停住手上的动作，郑重地说道：插金戴银化用九州殡葬文化中另外的4个字左金右银。在九州葬俗中考证过这样一个说法，在摆放陪葬品时，金器一般都摆放到亡者头部左侧，而银器则置于右侧，以取阴阳平衡之意，期望亡者能够更好的轮回转世。说完，河图抬起了头。所以这插金戴银绝不是曹公的潦草之举，而是他用极度隐晦的化用手法，告诉我们，在一个闷热的下午，进入陪葬墓室的刘姥姥胆战心惊地看到了一张漆红的棺木。她打开棺木，探头进去，随后便看到一张安睡的脸，以及摆放在她头顶2侧的金银陪葬品。听完河图的描述，直播间沉寂了好一会，就听河图再次提问道：按照这个思路，现在有没有人能推断出变身绫罗这4个字隐含的意思呢？半晌后，屏幕上终于悠悠飘过一条消息：
现在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兽医了吧？河图点点头，肯定了这位观众的答案。自清朝开始，便用绸缎作为死者丧服的主要原料，也就是曹公笔下的绮罗。变身绮罗，可不就是全身都穿着寿衣吗？直播间中，空气冷清至极，观众们回味着刚刚那8个字，此刻终于感觉到脊柱上猛然窜起一股凉意。哦，对了，就在这陪葬墓室里，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吊诡的秘密。别看它仅仅只有一张棺材，实际上它是一座双人陪葬墓。